在所有人眼里，夏灵姿简直就是完美的代名词，有美貌有家产，这日子过得谁不羡慕？旁边的女人艾丽笑着说：“大小姐，您肯定没什么烦恼吧？”可话刚说完，对方又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语气一下子就变了。他说自己失言了，因为夏灵姿还有一个最让人操心的未婚夫。这群人越说越过分，不仅嘲笑那个男人的家族破产，还说他的领地全是怪物，根本配不上夏灵姿。他们一边假装同情，一边等着看大小姐的笑话。艾丽还感叹：“哎呀，我们可怜的大小姐该怎么办？”可谁也没想到，夏灵姿根本不打算忍，她一句话都没费，直接把整杯红酒扣在了对方头上。这下子全场彻底没声了。被泼了一头红酒的艾丽当场傻了。夏灵姿看着她，心里只觉得好笑。明明被羞辱的是那个未婚夫，可这群人字里行间分明是在嘲笑他。夏灵姿没眼光，她冷冷地盯着对方问：“谁给你的胆子，敢当面诋毁我深爱的男人？”话音刚落，他直接摔碎了手里的酒杯，清脆的破碎声吓得所有人不敢出声。夏灵姿当场下了逐客令：“今天的聚会到此为止，全都给我滚出去！刚才还聚在一起嚼舌根的人，这下全都被吓破了胆，一个个灰溜溜的逃出了大厅。”夏灵姿独自站在原地，看着这群人狼狈离去的背影，心里没有半点波澜。刚才还霸气外露，结果帅不过3秒，人一走，夏灵姿就彻底撑不住了。他扶着墙想吐，心里直喊不公平。明明原主是个身体强悍的狠角色，可谁能想到他前世那个一杯道的弱鸡体质，竟然也跟着灵魂一起穿越过来了。这下麻烦了，以后还怎么维持高冷人设？本以为这辈子也就这样了，谁能想到他买的虚拟货币竟然一夜暴涨。看着手机屏幕上那一串数不清的零，他知道自己彻底发财了，这辈子都不用再看人脸色。可讽刺的是，这么大一笔财富，他却找不到一个可以分享的人。父母和兄弟在多年前的旅行中失踪，至今都没有回来。现在他身边只剩下这些冰冷的数字。就在他推开老板办公室大门的那一刻，命运的齿轮开始疯狂转动。有了钱，第一件事干什么？当然是当场炒了老板。他拉起行李箱，直奔机场，准备去迪拜开启梦幻度假。可谁能想到，飞机在半空中突然失事，上一秒还在云端，下一秒就坠入了深渊。等他再次睁开眼，发现自己竟然躺在华丽的宫殿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脑子里突然出现了一个自称为神的声音。神告诉他，想拿回那笔巨额财富，活命就必须在1年内扮演好这个叫夏灵姿的恶女，并且绝对不能让婚约破裂。看着镜子里那张陌生又美艳的脸，他彻底懵了。这个恶女的名字怎么听起来这么耳熟？但这根本不是重点，重点是那个所谓的神，不仅强行让他接手这个烂摊子，还把他辛辛苦苦赚来的虚拟货币全扣了。一想到那些钱现在只能看不能花，他感觉整个人都要裂开了。这穿越代价也太大了。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一阵小心翼翼的求饶声，女仆缩在门口，连头都不敢抬。看来这个夏灵姿在别人眼里不仅是个大美女，还是个让人听了就打冷战的狠角色。随着原主的记忆碎片一点点拼凑完整，夏灵姿对这个新身份已经适应的越来越顺手了。女仆战战兢兢地跑来汇报，说未婚夫又把信给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这已经是整整第33次了。在别人看来，这简直是把他的脸往地上踩，可对现在的夏灵姿来说，这简直是老天爷在帮忙。他冷淡地打发走了女仆，心里甚至还有点想笑，只要那个男人继续讨厌他，他的恶女人设就永远不会崩。毕竟要是那个高冷的未婚夫真的回信了，那才是活见鬼了。看着手里被退回的信，夏灵姿终于想起来了，这个叫阿斯金的未婚夫竟然就是原著里亲手杀掉他的人。他穿越进的这本小说剧情简直疯到了极点，原著女主忙着治愈各种受伤的男人，而那些男人则为了她打得不可开交。可阿斯金根本不在那些追求者里，他是站在最前面，要把恶女夏灵姿彻底铲除的领头人。这也难怪他会这么恨，因为原主为了强迫他订婚，竟然卑鄙的用他妹妹的医药费当筹码，硬生生把这个男人逼进了绝境。这下麻烦大了，他不仅抢了人家的自由，还拿人家亲妹妹的命开玩笑，这仇恨值简直已经叠满了。更糟糕的还在后面，因为原主卑鄙的要挟，阿斯金最后不仅没能救回妹妹，还彻底失去了唯一的亲人。夏灵姿坐在沙发上，整个人都傻了，那个害人家家破人亡的恶女竟然就是她自己，这下真的要命了。这种血海深仇换谁来都得拼命。他吓得赶紧在心里疯狂否认，这根本不是他干的，全是那个原主造的孽。夏灵姿开始为以后发愁了，为了保住这条小命和攒下的家底，他本来觉得怎么也得去见那个未婚夫一面，可转念一想，这事儿好像不太对劲。阿斯金现在恨他入骨，要是真见了面，万一被发现自己是个穿越者，那不是死得更快吗？既然他这么讨厌自己，那干脆就别见面了，反正只要维持现状，谁也别理谁，这日子不也能过下去吗？他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大胆的计划，既然大家都觉得她是恶女，那他就干脆把这个角色演到底，要不崩人设就没人会怀疑他的身份。只要能这么安稳的熬过1年，他就能带着大笔财产功成身退，直接回老家过好日子去了。这买卖怎么算都不亏。还没等夏灵姿把计划理顺，祖父阿尔兹比特公爵就找上门了。他一脸严肃地带来一个重磅消息，对方公爵家竟然主动提出了退婚。这下夏灵姿彻底懵了，他刚才还在纠结怎么躲着对方，结果人家直接连婚都不结了。这剧情发展的也太快了点，到底是怎么回事？阿斯金盯着副官阿伊德问，那份退婚申请书是不是他寄出去的？阿伊德点了点头，他顺便还把夏灵姿以前写的信全都原封不动的退了回去。
他看着满地的狼藉，忍不住开口问自家的主人：既然这么讨厌那个女人，为什么不干脆把信烧了，非要每次都费劲退回去？阿斯金的语气冷淡的没有一点温度，他说连看都不看就直接烧掉，实在是太没礼貌了。阿伊德在一旁听得直摇头，他实在搞不懂，面对夏灵姿这种家族死对头，阿斯金居然还能保持这种风度，简直让人不可思议。阿斯金却表现得非常淡定，他说自己虽然也讨厌那个女人，但基本的社交礼仪还是得有，把信原封不动地退回去，就是他能给出的最体面的拒绝。只要再忍耐着最后的一小段时间，他就能彻底解脱。他已经下定了决心，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要让这段名存实亡的婚约彻底消失。这下全完了，好不容易燃起的希望，竟然被这一纸退婚书彻底打碎。就在夏灵姿走投无路的时候，唯一值得庆幸的是，祖父竟然站在他这一边。祖父冷声训斥道：“我不是警告过你要注意自己的言行吗？”他态度强硬，显然没打算让这门婚事就这么轻易作废。祖父叮嘱道：“一定要管好你的未婚夫。”夏灵姿乖巧地答应着，心里却乐开了花。这第一步总算是稳住了。祖父转头就下达了死命令：那个男人突然要害清利息，肯定没安好心，立刻给我去查清楚。可谁能想到，夏灵姿心里却是一片冰凉。本以为抱上了大腿，结果对方竟然是最后要他命的人，这种压力简直让人喘不过气来。夏灵姿独自看着桌上那叠信，本以为那个男人会把这些东西撕得粉碎，可没想到所有的信件竟然都完好无损，被他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看来两人的关系还没到彻底闹掰的地步，这也就意味着那个男人心里其实还留了一道余地。既然对方没把事情做绝，夏灵姿决定主动出击，今天就亲自登门去阿斯金的领地看个究竟。可他还没来得及踏出门槛，女仆就慌慌张张地跑了过来，上气不接下气地喊着：“皇帝陛下驾到了！”夏灵姿整个人都愣住了，皇帝怎么会在这时候出现？来的人正是他的哥哥洛克希迪恩。在传闻中，他可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暴君，不仅精神失常，甚至还会把人关起来折磨。夏灵姿心里很清楚，虽然名义上是亲哥哥，但这个暴君绝对是个危险人物。现在这种时候，绝对不能跟他扯上关系。他立刻吩咐女仆，就说我身体不舒服，今天谁也不见。女仆一脸为难地想要解释，可话还没说完，一个冰冷的声音就从门口传了过来：“没那个必要，我已经进来了。”洛克希迪恩就这样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他笑着说：“因为太想见你，所以就亲自过来了。”接着他微微低头，语气轻佻地喊了一声：“你好啊，我的公主殿下。”听到这个称呼，夏灵姿还没来得及思考，身体竟然先一步做出了反应。她猛地拍开对方的手，大声呵斥道：“我告诉过你，别这么叫我！”这一瞬间，连夏灵姿自己都懵了。这种刻在骨子里的恶和抗拒，简直就像是身体的本能。看来原主对这个哥哥的恐惧，远比他想象中还要深。夏灵姿曾毫不退让地盯着洛克希迪恩，一字一句地强调：“我是公爵领唯一的继承人，别再用那种称呼来羞辱我。”洛克希迪恩突然伸出手杖，死死抵住了夏灵姿的下巴，语气里充满了危险的压迫感。“怎么，现在胆子肥了，敢这么跟你的亲哥哥说话了？看来我有必要重新教教你什么是规矩。”夏灵姿整个人都僵住了，这个男人简直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他现在才意识到，原著里说的什么兄妹情深，全都是骗人的，这哪里是亲人，分明是想要他命的恶魔。洛克希迪恩收起长剑，一副大发慈悲的样子说：“既然好久不见，今天就先放过你吧。”夏灵姿简直要气炸了，这家伙居然把杀人的武器当玩具，甚至还厚着脸皮趴在沙发上抱怨自己浑身酸痛。看着他这副无赖的样子，夏灵姿拳头都硬了，真想直接往他那张脸上来一拳。可就在这时，洛克希迪恩突然收起了笑脸，他神情严肃地招了招手，说有件非常重要的事要交代，去把窗帘拉上，顺便再把灯也关了，这可是关乎皇帝能不能睡好觉的头等大事。夏灵姿听得满头黑线，什么冷酷无情的暴君，什么杀人不眨眼的皇帝，说到底他不就是一个只会使唤妹妹的典型臭哥哥吗？看来不管在哪个世界，哥哥这种生物本质上都没什么区别。夏灵姿直接毒舌地问他是不是手断了。洛克希迪恩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下意识回了一句：“你说什么？”他因为夏灵姿没用敬语，在那纠结起称呼问题了。夏灵姿看着他这副德行，心里的火气彻底压不住了，直接指着洛克希迪恩大喊：“就叫你，你怎么了？想让我叫你哥哥？那你倒是先做点当哥哥该做的事啊！”面对这连珠炮一样的输出，洛克希迪恩只是冷冷地问了一句：“你说完了吗？”夏灵姿挺起胸膛顶了回去：“没说完又怎样？你难道还打算让我把话说完吗？”看着眼前的洛克希迪恩，夏灵姿心里咯噔一下，这家伙的情况明显不对劲。难道这就是原著里提到的那个恐怖的疯狂出发点？夏灵姿简直不敢相信，就因为被妹妹顶撞了几句，这位皇帝陛下就要当场失控吗？这自尊心到底是有多脆弱，才会因为这点小事就陷入疯狂啊？洛克希迪恩痛苦地咬着牙，体内的疯狂彻底失控了。还没等夏灵姿反应过来，一股无法解释的强光瞬间在房间里炸开，他只来得及发出一声尖叫，整个人就被这股耀眼的光芒彻底吞没了。等到光芒散去，四周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看着到地不起的洛克希迪恩，夏灵姿整个人都傻了，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这家伙该不会是死了吧？难道自己真的亲手把这个不可一世的暴君给杀了？夏灵姿盯着自己的双手，半天没回过神来。不过想要搞清楚现在的局面，还得从很久以前的一段往事说起。
那是关于夏灵姿的父亲，也就是那位前任皇帝和母亲之间一段爱得死去活来的故事。因为母亲是阿尔兹比特家族的独生女，皇室为了联姻，和阿尔兹比特公爵达成了一项秘密交易，双方约定要生下2个孩子，一个去继承皇位，另一个则留在公爵家继承家业。就这样，洛克希迪恩在皇宫里长大，而夏灵姿则成了公爵家的继承人。可谁也没想到，洛克希迪恩身上竟然带着一个致命的缺陷，他体内那股属于皇室的野兽般的疯狂血脉觉醒的实在是太强烈了。看着儿子的疯狂一天天失控，他们的母亲开始感到后怕，她甚至担心洛克希迪恩迟早会伤害夏灵姿。为了保护年幼的夏灵姿，母亲曾温柔地许下诺言，她说她会用魔法让那个疯狂的哥哥变得彻底服服帖帖。而这一切的关键就在夏灵姿脖子上的那条项链里。母亲反复叮嘱，无论发生什么，都绝对不能把项链弄丢。看着手中微微发光的项链，夏灵姿终于明白了母亲当年的意思。洛克希迪恩从昏迷中猛然清醒，谁能想到刚才还杀气腾腾的暴君，现在体内的疯劲儿竟然全没了，简直就像变了个人一样。洛克希迪恩满头是血的站在那，不仅没有发火，反而一脸委屈的不停道歉，说自己又伤害了夏灵姿。夏灵姿整个人都麻了，这就是母亲说的变得温柔吗？这简直是把狼变成了小奶狗。洛克希迪恩甚至开始纠结，到底要怎么做才能补偿妹妹。面对这种180度的大转弯，夏灵姿一时间还真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了。洛克希迪恩再次凶狠起来，夏灵姿却突然灵机一动，试探性的小声喊了一句妈妈。没想到这一声喊完，洛克希迪恩的脚步瞬间定住，刚才还凶神恶煞的脸竟然一下子变得无比温柔。他不仅开始低声下气的道歉，甚至还露出了那种让人起鸡皮疙瘩的宠溺笑容。夏灵姿这下算是彻底明白了，原来控制这个疯子的开关竟然就是这2个字，只要一提到妈妈，洛克希迪恩就会立刻变身，成了那种恨不得把他捧在手心的好哥哥。虽然局面是控制住了，但看着他那副热情过头的样子，夏灵姿只觉得一阵恶寒，这反差大的简直让人想吐。夏灵姿这下是彻底翻身了，他居高临下的看着那个瘫倒在地的疯子哥哥，冷笑着给出了最后的警告，让他以后少来挑战自己的底线。洛克希迪恩虽然嘴上还不服气，嚷嚷着让他别太得意，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他现在根本拿夏灵姿没辙。就在2人僵持不下的时候，空气中突然传来一阵剧烈的波动，紧接着一道耀眼的蓝色火柱冲天而起，强大的魔力瞬间席卷全场。原著里的男2号皇帝的守护骑士诺亚竟然在这个时候现身了，他一露面就开启了唠叨模式，对着洛克希迪恩就是一顿吐槽，说他明明答应过会克制，结果转头就把亲妹妹的房间砸得稀烂。夏灵姿在一旁都看呆了，他完全没料到这个关键人物会提前出场，可洛克希迪恩却一脸淡定，直接打断了诺亚的教训，还抛出了一个重磅炸弹，说自己已经找到了驯服疯狂的钥匙。诺亚这下彻底坐不住了，急着追问到底是神医还是宝物，但他做梦也想不到那把所谓的钥匙此刻正站在旁边看戏呢。洛克希迪恩终于揭晓了答案，他指着眼前的夏灵姿，一字一顿地告诉诺亚，这就是他要找的那把钥匙，他的亲妹妹。诺亚听完这话，整个人当场就石化了。诺亚觉得这玩笑开得实在太离谱，非要让对方再重复一遍不可。洛克希迪恩无奈地开口，让夏灵姿再演示一遍。演示结束后，诺亚实在憋不住了，直接笑出了声，一边笑还一边勉强答应，说一定会去查清楚真相。这下洛克希迪恩彻底破防了，黑着脸发出了死亡威胁，让诺亚赶紧闭嘴，不然真的会动手。洛克希迪恩临走前还不忘摆谱，冷冰冰地丢下一句：“今天的正事改天再谈。”接着他指着夏灵姿大声警告，不准在外面到处乱跑。他其实是怕妹妹去见那个没用的未婚夫。还没等夏灵姿反应过来，这2个人就直接消失在了传送阵里，只剩下夏灵姿一个人站在原地，看着空荡荡的大厅发呆。夏灵姿现在真是累到了极点，她也想撒手不管直接躺平，可如果不去见那个人，自己的小命恐怕就要保不住了。到了第2天，夏灵姿从大床上醒来，只觉得脑袋沉得厉害。昨天因为洛克希迪恩闹得太晚，夏灵姿直接睡死过去，结果错过了去阿斯金家的机会。今天无论如何，她都必须见到阿斯金。夏灵姿强撑着吩咐女仆立刻准备马车出门，目的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雷穆特公爵领地。虽然脑袋还是疼得厉害，像是要炸开一样，但她现在根本顾不上休息。这一趟出门显然没那么简单，夏灵姿已经做好了面对一切麻烦的准备。女仆突然哆哆嗦嗦地凑上来，把夏灵姿吓了一跳。看着小姑娘怕成这样，夏灵姿心里也有数了，看来原主以前确实没少折磨人家。女仆颤抖着递过来一个小瓶子，说刚才看大小姐头疼的厉害，特意拿了这瓶药过来，虽然平时是用来解酒的，但止疼的效果也特别好。夏灵姿看着眼前的药瓶，心里倒是一点都不担心，毕竟这小姑娘胆子这么小，借她10个胆子也不敢在这时候下毒。她顺手接过药瓶，就算这药里真有毒，反正她现在也没什么好失去的。她仰起头一饮而尽，发现味道确实跟解酒药差不多。看着眼前这个战战兢兢的小女仆，夏灵姿随手摘下腕上的蕾丝饰品，直接塞到了对方手里。这可是正儿八经的贵重礼物，把这小姑娘惊得半天没回过神。这一幕可把旁边的女仆们羡慕坏了，谁能想到平时冷冰冰的大小姐竟然还有这么大方的一面。就在这时，外面的马车已经准备就绪，夏灵姿没再多说什么，理了理裙摆直接出门。夏灵姿这一露面，
直接把家里的女仆们都看呆了，哪怕只是个背影，那股子高冷大小姐的气场也拿捏得死死的。等他抵达雷穆特公爵领地时，管家立马客客气气的迎接，说公爵大人刚好不在家。这种场面话夏灵姿听得多了，摆明了就是想让他吃闭门羹。可夏灵姿今天既然来了，就没打算空着手回去，他直接挑明了说，今天无论如何都要见到公爵。看着夏灵姿这么有礼貌的坚持，管家和女仆反而被吓得不轻，估计是没见过这位大小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说话了。夏灵姿可不管他们怎么想，既然公爵不在，那他就进屋坐着等，哪怕今天非要当个不速之客，这门他也静定了。接待室内，管家还在那儿磨磨唧唧，话里话外都在感人。夏灵姿可不吃这一套，直接把未婚妻的身份甩了出来，我来见自己的未婚夫，难道还要挑日子吗？可这管家简直像块木头，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句客套话，说公爵大人有令，不在家的时候谁也不见。夏灵姿听得头都大了，感觉自己简直是在跟一堵墙说话。就在管家苦苦哀求，场面一度陷入僵局的时候，楼上突然传来一个冷冰冰的声音，闲底下实在是太吵了，管家没劝走，这下轮到阿斯金的副官阿依德出马了。他说话可比管家直接的多，上来就给夏灵姿下了逐客令，说公爵大人确实不在，请他改天再来。可夏灵姿压根没打算动武，他直截了当的说，今天这面他是鉴定了。看着夏灵姿这副反客为主的架势，阿依德心里瞬间就拉响了警报，这位大小姐以前可没少折腾，这回又在憋什么坏主意？夏灵姿倒是一脸无辜，笑着说自己什么都不会做。可他越是表现得这么淡定，阿依德就越觉得后背发凉。他眼看硬杆没用，干脆把话挑明了说，既然大小姐非要赖着不走，他们这些当下人敌确实没法动手，但如果他继续这么纠缠下去，公爵大人只会比现在更讨厌他。这话听着确实挺扎心的。夏灵姿沉默了片刻，像是终于听懂了对方的逐客令，他确认了一下，是不是只要不在屋里待着就行？阿依德以为这招总算奏效了，赶紧点头说是。谁知道夏灵姿接下来的话差点没让他当场背过气去。既然屋里不让带，那他就去大门口守着，反正今天见不到人，他是绝对不会离开的。这下轮到阿依德彻底没招了。夏灵姿在花园死等的消息很快就在府里传开了，女仆们聚在一起交头接耳，说这位大小姐已经在外面耗了好几个小时，看这架势是真打算死磕到底了。最心累的还得是副官阿依德，看着下人们一个个躲得比谁都快，他只能一个人在那儿发愁，这打工人的日子简直没法过了。他现在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公爵大人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再这么耗下去，他这个中间人可真要顶不住了。谁能想到被全府上下当成瘟神的夏灵姿，这会儿正悠哉地坐在花园里晒太阳，那副淡定的样子简直像是在自家后花园度假。他甚至还觉得这天气挺不错，阳光暖和，风也凉快，这种程度的等待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天边已经泛起了火红的晚霞，夏灵姿居然在长椅上睡熟了。等他猛地惊醒过来，太阳都已经快下山了，这下尴尬了，阿斯金竟然到现在还没回来。眼看天色越来越暗，他觉得不能再这么傻等下去，既然人不回来，那他就主动去府里找找看。结果这一走，直接在迷宫一样的公爵府里迷路了。就在他到处乱撞的时候，阿依德急急忙忙冲出来拦住了他，大喊着前面是禁区，绝对不能再往前走一步。可夏灵姿理直气壮地抱怨起来，说是没人给他指路，他才不得不在这儿到处乱逛。夏灵姿就这么误打误撞地进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虽然不知道这具体是哪儿，但看着精致的摆设和花瓶，显然是有人在每天精心打理。就在夏灵姿愣神的时候，前方突然出现了一个陌生的背影，随着对方慢慢转过身，那头银紫色的长发和透着忧郁的蓝色双眼，让夏灵姿心里咯噔一下。这种独特的气质，除了阿斯金的妹妹艾莉亚，恐怕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人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公爵府的主人回来了，马蹄声打破了黄昏的宁静。阿依德恭敬地迎上前说：“欢迎殿下回府。”阿斯金却没心思寒暄，他一开口就直奔主题：“我不在的这段时间，府里没出什么乱子吧？”面对阿斯金的质问，阿依德支支吾吾，半天憋不出一句整话。就在这时，一名随从急匆匆地跑了过来，大声喊道：“殿下出事了！夏灵姿小姐现在正和艾莉亚小姐待在一起。”听到这个消息，阿斯金整个人都定住了。这两个人要是碰了面，局面可就彻底失控了。艾莉亚是阿斯金唯一的软肋，也是他欠下巨债的原因。可惜红颜薄命，他患有绝症，谁也不知道还能活多久。夏灵姿盯着他身上的衣服，突然想起了什么。原来的夏灵姿冷冷地嘲讽伊利亚：“你就打算穿着这身破烂到处乱晃吗？”夏灵姿这才反应过来，自己身上这套衣服竟然是原主以前专门用来欺负艾莉亚时穿的，难怪伊利亚吓成这样，连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只是站在那不停地打冷战。夏灵姿心里暗叫不好，再这么下去，非要出人命不可。还没等他伸手去扶，艾莉亚尖叫一声，直接瘫倒在地上没了意识。这下误会可闹大了，要是让阿斯金看到这一幕，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有人在吗？快来人啊！有人晕倒了！夏灵姿焦急地大声呼救，可他万万没想到，第一个冲过来的竟然是阿斯金。阿斯金还没看清状况，就厉声喝止，让他立刻住手。夏灵姿这下彻底懵了，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撞见他。现在艾莉亚倒在地上，自己手里还抓着衣服，这画面怎么看都像是他在动手伤人。这下真是浑身长嘴也说不清了。
阿斯金强压着怒火，冷静地指挥阿伊德快把艾莉亚带回房间，立刻去叫医生。等现场只剩下他们两个，阿斯金终于转过头，冷冷地叫出了夏灵姿的名字。他说以前不管夏灵姿怎么胡闹，他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总觉得凡事都有个理由。但这一次看着到地不起的妹妹，阿斯金的耐心彻底耗尽了。他一字一句地警告，这件事绝不会就这么算了，你应该很清楚，只要涉及到艾莉亚，我的容忍就是有底线的。夏灵姿急得拼命摇头，解释说这全都是误会，自己真的什么都没做。可阿斯金根本不信，他冷笑着打断，让夏灵姿别再撒谎了。在他看来，夏灵姿就是因为婚约被废，心里咽不下这口气，才特意跑来找艾莉亚报复的。阿斯金终于摊牌了，他说自己已经忍到了极限，虽然这只是一场契约婚姻，虽然他确实欠了夏灵姿家里的钱，但这并不代表夏灵姿可以随便欺负艾莉亚，甚至变着花样羞辱她。夏灵姿听得心里发虚，她很清楚，原本的那个大小姐确实坏透了，可她总不能说自己是穿越来的吧？那只会被当成疯子关起来。眼看阿斯金转身要走，这要是让他就这么离开，那这辈子都别想洗清冤屈了。夏灵姿猛地伸手拦住了他，大喊着让他等一下。他深吸一口气，放低了姿态，决定先为自己的闯入郑重道歉。他说自己真的没动过艾莉亚，如果阿斯金不信，大可以等艾莉亚醒了亲自去问。他觉得只要当事人开口，这盆脏水就能洗干净。可他还是太天真了。阿斯金的语气冷得像结了冰。他说消息很快就会传到皇宫，他已经决定了，他要正式提交文件，彻底解除这段婚约。这根本不是在商量，而是最后的通牒。阿斯金已经连1秒钟都不想再跟他耗下去了。就在这时，夏灵姿的心脏突然剧痛，像是要炸开一样。紧接着，脑海里跳出了冰冷的系统提示：如果婚约破裂，或者附身的身份被发现，他当场就会没命。原来这根本不是在开玩笑，死亡的威胁就在眼前。这种钻心的疼，让他意识到自己已经无路可退。既然横竖都是死，夏灵姿索性豁出去了。他决定使出最狠的一招。他盯着阿斯金，语气变得异常冷静。他说解除婚约可以，但是请把订婚期间你花掉我的每一分钱全都一分不少的还回来。阿斯金还在嘴硬，他说钱以后肯定会还，让夏灵姿现在立刻消失。可夏灵姿根本不吃这一套，他直接开启了耍赖模式，说不给钱就别想离婚，而且他今天还就不走了，看谁能耗过谁。阿斯金显然没见过这种阵仗，只觉得夏灵姿是在无理取闹。就在两人僵持不下的时候，屋里突然传来消息，说艾莉亚小姐醒了。听到这个名字，阿斯金的眼神瞬间变了，他再也顾不上眼前的纠纷，转身就往屋里走。临走前还不忘补上一刀，让夏灵姿别再丢人现眼，赶紧自己离开。看着阿斯金绝情的背影，夏灵姿气得在后面直喊他的名字，可对方连头都没回一下。夏灵姿正气的不行，结果脚下没留神，直接被石头绊了个正着，眼看就要当众摔个大跟头。夏灵姿吓得紧闭双眼，以为这下肯定要丢死人了，可预想中的疼痛并没有等来，反而落入了一个温暖的怀抱。他愣愣地睁开眼，发现接住自己的竟然是阿斯金。阿斯金一脸关切地看着他，问他有没有伤到脚踝，语气温柔的不像话。这突如其来的关心跟刚才的冷漠简直是一个天一个地。夏灵姿一时间有点懵，只能呆呆地回答说自己没事。夏灵姿站稳后自嘲地说了句，还以为你会眼睁睁看我摔倒。阿斯金的回答倒是很官方，说他做不到见死不救。这理由正经的让夏灵姿想笑，他盯着阿斯金的眼睛，想问清楚他为什么要拦住自己，可阿斯金却避开了视线，只说没什么。夏灵姿沉默了一会儿，突然认真了起来。他说自己是真心想和他好好相处，不想再这么闹下去了。听到这话，阿斯金的眼神明显变了，但他什么也没说，只是沉默地转过身。他直接叫来副官阿伊德，让他护送夏灵姿回去。这种礼貌却疏远的拒绝，让夏灵姿明白，想让他卸下防备，恐怕没那么简单。阿斯金这逐客令下得太突然，阿伊德一下子没反应过来，愣在原地问要去哪。阿斯金头也不回地往前走，让人把夏灵姿送回庄园，1秒钟都不想让他多待。阿斯金在心里暗暗发狠，他说要不了多久，自己就能攒够那笔巨款，只要把债还清了，他就能彻底摆脱这个女人。阿斯金心里一直藏着个秘密，只要能和那个神秘的合作者联手，他就有机会彻底翻身，再也不用受制于人。可还没等他细想，妹妹艾莉亚就坐了起来。看到妹妹的那一刻，阿斯金眼里的冷淡瞬间散了。他拉住艾莉亚的手，语气里全是藏不住的紧张。他连声追问妹妹，那个女人是不是又背着他动手了？是嫌头发太漂亮就给剪了，还是又狠心掐了他的手指，甚至还在骂他的衣服脏？看着哥哥为了自己要发火，艾莉亚赶紧拉住阿斯金的手，小声劝他冷静一点，说自己只是突然见到人吓了一跳。他一遍又一遍地解释，那位小姐真的什么都没做。可阿斯金根本听不进去，他心里的成见实在是太深了。他冷冰冰地盯着远处，觉得夏灵姿只是还没来得及动手。他保证以后再也不会让妹妹见到那个女人，让妹妹只管安心休息就好。可还没等阿斯金缓过神来，管家就急匆匆地找了过来，说大清早出了点突发状况，必须请他亲自过去一趟。阿斯金跟着管家走到窗边，真相就在这一墙之隔。阿斯金顺着视线看过去，整个人都愣住了。那是夏灵姿，谁能想到她竟然在花园里悠哉悠哉地办起了茶话会？看这排场，简直比正式宴会还要讲究。阿斯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唱的到底是哪一出？
管家在一旁唯唯诺诺的解释，夏灵姿不仅不打算走，还放话要在这里死磕到底，除非拿到一笔满意的分手费，否则这婚约他绝对不退。阿斯金这下总算听明白了，他气得转身就走，留下管家在后面追都追不上。既然夏灵姿想玩大的，阿斯金也不打算客气了，他立刻叫副官拿来那份秘密文件。不过阿斯金心里很清楚，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麻烦，他打算和那些危险的家伙达成某种不可告人的交易。阿斯金这边刚把信送出去，结果外面的消息就传疯了，说那个疯女人夏灵姿竟然在公爵府大门口打起了地铺。这消息传得有鼻子有眼，女仆苏珊急得团团转，可夏灵姿本人倒是一点不慌，甚至还觉得这流言传得挺到位。反正这事儿也是事实，既然阿斯金当初说让他随便折腾，那他可就不客气了。这场奇葩的露营已经持续3天了，虽然名义上是露宿街头，但夏灵姿过得比谁都滋润。豪华马车配上专属女仆，这哪是受罪，分明是来度假的。身为房主的阿斯金脸都绿了，每次路过都要死死盯着他。夏灵姿心里也直犯嘀咕，再这么瞪下去，自己怕是比原著里死的还要快。其实他心里有个双赢的计划，能让2个人都彻底解脱，但眼下2人的信任度已经跌到谷底，这种话根本没法开口，只能先这么耗着，看看谁先沉不住气。女仆看着阴沉沉的天色，总觉得这雨马上就要落下来了，赶紧提醒夏灵姿回马车躲躲。结果旁边的苏珊非要搬出奶奶的经验，立刻旗子，信誓旦旦地说今天绝对是晴天。话音刚落，一道响雷直接在头顶炸开，这打脸的速度简直比闪电还快。夏灵姿瞬间被淋成了落汤鸡，可她倒是一点没生气，反而淡定地招呼大家回车里避雨。这下可把女仆们吓坏了，要是这位大小姐淋出个好歹，他们可怎么向公爵府交代？外面的雨越下越大，苏珊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赶紧派人回府邸去找外援，说是要把魔法师请来给大小姐取暖。看着夏灵姿被淋湿的样子，苏珊心里全是愧疚，觉得是自己没提前看好天气，才让主子受了这份罪。她在那儿不停地道歉，恨不得把所有的错都揽到自己身上，那副委屈的小模样看得人心都要碎了。夏灵姿却温柔地笑了笑，轻声问她为什么要自责，毕竟天要下雨，谁也拦不住，这锅怎么也轮不到苏珊来背。在这种落魄的时候，还能有这么个真心护着自己的女仆，夏灵姿心里其实比谁都暖和。看着苏珊不停道歉的样子，夏灵姿突然想起了自己的前世，那时候她还只是个卑微的职场新人，明明是上司自己捅了娄子，却要把锅全甩在她头上。那些人嘴里喊着什么主人翁意识，其实就是想找个听话的软柿子捏。当时的她除了低头说对不起，根本没有反抗的余地。这种习惯性道歉的毛病一旦养成，就会让那些坏人变本加厉的欺负你，觉得你天生就该替人受罪。夏灵姿神情严肃地叮嘱苏珊，以后不是自己的错，绝对一个字都不要认，这世上坏人多的是，你退一步他们就敢进100步。他不想让苏珊重蹈自己的覆辙，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善良必须带点锋芒。夏灵姿拉着苏珊的手，语重心长地告诉她，像你这么好的姑娘，真不该养成这种动不动就道歉的习惯。苏珊听得眼眶红红的，可看着夏灵姿被冻得瑟瑟发抖，她这心里还是跟针扎一样难受，恨不得魔法师能瞬间飞到跟前。夏灵姿倒是看得开，还反过来安慰苏珊，别担心，只要等魔法师一到，这点小麻烦分分钟就能解决。就在主仆俩说话的时候，紧闭的马车门突然被敲响了。这荒郊野岭又下着瓢泼大雨，谁会在这时候找上门来？苏珊吓得声音都变了调，大着胆子问了一句是谁。谁能想到在这大雨天敲开马车门的竟然是弱不禁风的艾莉亚。她撑着伞站在外面，小心翼翼地问夏灵姿还好吗？夏灵姿整个人都愣住了，这荒郊野岭的艾莉亚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儿？难道是专门跑来找她的？看着艾莉亚那副随时可能倒下的样子，夏灵姿心里咯噔一下，万一这位大小姐又在自己面前晕倒，那这口黑锅可就真甩不掉了。顾不上多想，夏灵姿赶紧招呼她进车里躲雨，毕竟外面这雨势再待下去非要出大事不可。艾莉亚红着脸应了一声，局促不安地钻进了马车。外面冷得要命，3个人只能在马车里挤成一团，这气氛尴尬的让人想抠地缝。夏灵姿率先打破沉默，客气地问伊利亚怎么跑这么远。谁知道艾莉亚听完更紧张了，结结巴巴地问夏灵姿为什么要对自己这么礼貌，毕竟在她的记忆里，这位准嫂子以前可没少折磨她。夏灵姿面上不动声色，心里却在直犯嘀咕，以前确实是自己做的太过分，现在只能硬着头皮装失忆，摆出一副长辈关爱晚辈的架势。艾莉亚低着头小声嘟囔，说到底还是因为心里过意不去，觉得夏灵姿被困在雨里全都是因为她的错。看着这姑娘自责的样子，夏灵姿心里五味杂陈。这单纯的小白兔哪里知道，现在的夏灵姿早就不是当初那个恶毒女人了。提起前几天晕倒的事，艾莉亚急得直摆手，解释说当时只是被吓到了，并不是夏灵姿的错。夏灵姿心里却很清楚，虽然这次自己确实没动手，但以前对这姑娘造成的伤害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抹掉的。艾莉亚突然抬起头，小声说这是2人第一次好好聊天，她觉得夏灵姿其实并不坏，甚至还挺温柔的。这突如其来的好人卡直接把夏灵姿给整不会了。夏灵姿看着这姑娘冻得不行的样子，还是忍不住心软了，故意找借口让艾莉亚做近点。她说要是未婚夫的妹妹感冒了，传出去对自己名声不好。夏灵姿心里直发愁，这荒郊野岭的马车里上哪儿去找东西把头发弄干，再这么冻下去非出事不可。
好在关键时刻，苏珊开启了神助攻模式，赶紧递上来一条厚毯子。夏灵姿细心的帮伊利亚擦头发，这难得的暖心时刻让艾莉亚也放下了戒备，甚至开始担心夏灵姿会不会受凉。夏灵姿一边轻声安抚，一边让艾莉亚靠得更近些。马车外突然传来一声巨响，像是有什么人强行闯了进来。还没等三人反应过来，马车门就被猛地拽开了。阿斯金那张写满焦急的脸瞬间出现在门口，他扯着嗓子大喊艾莉亚的名字。夏灵姿还没反应过来，阿斯金已经认定他在欺负人，甚至觉得他在拽艾莉亚的头发。这下真是百口莫辩，阿斯金根本不给解释的机会，直接把人带走，局面彻底失控。这误会要是解不开，接下来的日子可就难过了。夏灵姿急得在后面直追，想让对方停下来听个解释，结果步子迈得太快，直接当众摔了个狗吃屎。这下不仅没解释清楚，面子也算是丢干净了。他心里真是委屈到了极点。可阿斯金连头都没回一下，带着艾莉亚越走越远。这回梁子算是彻底结下了。夏灵姿怎么也想不到，事情竟然会闹到这一步。还没等他缓过神来，真正撑腰的大人物就登场了。阿尔兹比特公爵冒雨赶到，看着狼狈的孙女，心里的火气瞬间就压不住了。他对着阿斯金就是一顿臭骂，质问他这个未婚夫是怎么当的，竟然让艾莉亚在外面受这种罪。阿斯金道也干脆直接拿之前的解除婚约说事，想趁这个机会彻底两清。谁知道老狐狸根本不吃这一套，当场狮子大开口，要他把本金利息加违约金全还了。这笔天文数字谁能还得起？阿尔兹比特公爵冷笑着给出了第二个选择，还不上钱，那就直接把订婚改成结婚吧。这下阿斯金彻底被拿捏了，这哪是商量，这分明是明晃晃的逼婚啊！阿尔兹比特公爵这次是动了真格，他不仅要让对方付出代价，甚至打算直接吞并整个雷穆特家族。眼看局面就要彻底失控，夏灵姿赶紧冲上前拦住了祖父，想让他先冷静下来听自己解释。老爷子这会儿满脑子都是护犊子，心疼孙女受了天大的委屈，张口闭口就把对方骂成混蛋。夏灵姿只能一边安抚一边解释，说这中间其实全都是误会。可阿尔兹比特公爵这火气一旦上来了，真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劝得住的。谁都没想到夏灵姿竟然会当众表态，不仅没打算解除婚约，还反过来护着自己的未婚夫。看着孙女这么护短，阿尔兹比特公爵虽然心里不痛快，但也只能无奈的摇摇头，觉得这孩子还是太天真了。雨越下越大，夏灵姿催促他们赶紧带人回去，别在雨里继续折腾。就在众人准备离开的时候，他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开口叫住了走在最后的人。夏灵姿体贴的撑起伞，叮嘱艾莉亚别在雨里待太久。这一幕看起来倒是挺温馨，夏灵姿总算松了口气，心想这下关于退婚和赔偿金的麻烦应该能在闹大之前彻底消停了。毕竟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保命要紧，他可不想再出什么岔子。不出所料，在那场大雨里折腾了半天，夏灵姿终究还是没扛住，直接病倒在了床上。虽然请了祭司过来帮忙，但身体还是觉得不舒服，只能一个接一个的打喷嚏。他心里很清楚，要不是有治愈魔法撑着，这次恐怕要遭更大的罪。可即便自己都成了这样，他还是放心不下艾莉亚，毕竟对方的身体一直很弱，连自己都病成这副模样，那个柔弱的姑娘现在又会是什么情况？还没等病彻底好利索，公爵大人的传唤就到了。夏灵姿只能打起精神走这一趟，推开沉重的书房大门，阿尔兹比特公爵已经等在那里，看样子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谈。他回过头说了句你来了，夏灵姿也没有绕弯子，直接开口询问找他过来的目的。阿尔兹比特公爵突然开始翻旧账，问夏灵姿那天为什么要拔掉别人的头发。这突如其来的质问让他整个人都懵了。夏灵姿赶紧大声辩解，说自己当时只是在帮对方擦头发，根本没想过要动手。可公爵显然不在乎真相，他觉得孙女只是单纯讨厌那个孩子，甚至还一脸淡定地提出了一个提议。他问夏灵姿是不是想要个新玩具，还说现在那个反正随时都会死，不如给他换个更结实更耐玩的。这种把活生生的人当成消耗品的语气，听得人心里直发毛。夏灵姿感觉自己的三观都要碎了，他怎么也没想到祖父竟然能说出这种垃圾言论。阿尔兹比特公爵却一脸得意，他觉得孙女之前被欺负全是演戏，甚至还夸他演得好，让他能顺理成章地从对方身上多榨点油水。在他眼里，那个男人不过是一个还有利用价值的工具，只要用债务把人套牢，就能像玩物一样随意摆布。他甚至还大方地问夏灵姿是不是也想把那个男人占为己有。夏灵姿在心里疯狂咆哮，本以为自己已经够倒霉了，没想到这一家人竟然一个比一个疯的没边，不仅把人当成物品，只要能捞到好处，简直是什么丧心病狂的事都干得出来。要是真听了祖父的话，那简直是坐上了通往地狱的特快列车，除了自寻死路，根本没有第二种可能。原本他还打算利用家里的势力去拉拢那个叫阿斯金的男人，现在看来这主意简直烂透了。夏灵姿尴尬地陪着笑脸，随便找了个身体不舒服的借口，一秒钟都不想多待，只想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走出房门，他立刻吩咐仆人准备马车，既然家里这帮人靠不住，接下来的路他必须得自己想办法了。兜兜转转，夏灵姿最后还是得硬着头皮再次前往阿斯金公爵的府邸。坐在颠簸的马车里，他心里一直在犯嘀咕，想起上次见面时阿斯金那副防贼一样的戒备眼神，确实比他预想的要难搞得多。可他心里清楚，如果现在就这样坐以待毙，那一切就真的没戏了。就在他还在纠结对策的时候，马车突然停了下来，
外面传来侍从的声音，请他先下车休息片刻。门外突然传来敲门声，侍从在外面低声提醒：“小姐，您恐怕得出来一下，因为这场大雨，外面的路全被堵死了。”夏灵子感叹，原本打算今天一定要见到未婚夫的，看来计划全被打乱了。就在这时，侍从像是想到了什么，低声提议道：“让夏灵姿直接踩着他走过去。”夏灵姿整个人都愣住了，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侍从却一脸淡定的解释：“前面的路全是烂泥，绝不能弄脏小姐的鞋，所以请务必踩着她过路。”这种离谱的要求，他居然说得理所当然，简直让人不敢相信。原主以前到底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怎么会让身边的侍从卑微到这种地步？本来打算今天去见未婚夫，把之前的误会彻底解释清楚，可眼前的路况实在太糟糕，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但夏灵姿并不打算回头，他直接吩咐侍从立刻叫人过来修路，无论如何都要过去。侍从不敢耽搁，马上带人开始抢修，现场顿时忙成了一团。看着这进度，夏灵姿心里却泛起了嘀咕：照这个速度修下去，今天恐怕是走不了了。事情的发展显然超出了他的预期。就在等修路的空档，夏灵姿注意到路边有几个小脑袋正偷偷往这瞧。这几个孩子哪见过这种场面，一边感叹这位小姐真漂亮，一边又担心对上了眼神会不会被当成闲杂人等赶走。夏灵姿并没有生气，反而看向其中一个年轻人，开口问他的名字。对方恭敬地行了个礼，回答说他叫泽特。夏灵姿看着窗外，问泽特是不是整个领地都已经变成了这富贵样子。泽特无奈地叹了口气，说这次水灾的影响太大了，整个公爵领地几乎全被淹了，再加上这里本来就穷，根本拿不出钱来搞重建，所以修路才会拖到现在。至于那几个孩子，也是从受灾区跑出来的，为了看热闹，偷偷混进了工人的马车里。听完这些，夏灵姿若有所思地应了一声。阿斯金爵不是那种会对百姓不管不顾的人，现在的局面显然已经彻底脱离了他的掌控。夏灵姿嘴上说着真麻烦，心里却在犯难，毕竟他是占了这具身体的人，要是突然开始行善积德，身份分分钟就会暴露。为了保命，他必须维持好原主的人设，绝不能让任何人起疑。于是他冷着脸告诉泽特，自己以后会经常过来。但话锋一转，又开始故意找茬。他质问泽特，要是这里爆发了瘟疫，害得他被传染了，这个责任谁能担得起？明明是想帮忙，却非要装出一副恶毒的样子，这出戏他还得继续演下去。夏灵姿直接下了死命令，要求立刻救助领地里受灾的人，不仅要发粮食，还得把毁掉的地方全部修好。看着对方一脸为难的样子，他冷笑着补了一句：“钱的事根本不需要担心，毕竟他可是夏灵姿。”这种挥金如土的霸气，让在场的所有人都看傻了。这哪里是来找茬的，这简直是来救命的财神爷。夏灵姿怎么也没想到，阿斯金的领地竟然穷成了这样，光是维持现状就已经精疲力竭了。可奇怪的是，阿斯金之前竟然能底气十足的放狠话，说很快就能凑齐退婚用的巨款，这根本不符合逻辑，除非他背后有高人指点，或者有一个富可敌国的势力在暗中帮他。这种规模的金主，在原著里绝对不可能默默无闻，他到底是从哪儿找来的靠山？夏灵姿在脑子里飞速盘算，到底谁有胆量得罪阿尔兹比特公爵，又非要求着阿斯金帮忙不可。想来想去，现在的剧本里根本不存在这种地方。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阿尔兹比特公爵突然推门而入，语气里竟然还带着一丝兴奋。公爵笑着说：“你这次回来闹出的动静可不小。”他显然已经听说了领地水灾的事，甚至觉得夏灵姿在利用这场灾难下一盘很大的棋。阿尔兹比特公爵显然误会了，他以为夏灵姿大费周章的救灾是为了趁机捞一笔大的。他压低声音问：“你到底换回了什么好处？是地契现金，还是那些灾民的奴隶契约？”夏灵姿听得整个人都傻了，他怎么也没想到这老头的思想竟然这么阴暗。看到夏灵姿没说话，公爵的脸色变得有些古怪，他试探着问：“你该不会什么都没拿吧？”在他这种老狐狸眼里，不求回报的撒钱，简直比杀了他还难受。夏灵姿试着解释说：“这只是为了赈灾做的捐款。”可这话刚出口，阿尔兹比特公爵就彻底炸了。在他看来，把钱花在奢侈品上叫享受，但白白拿去救人，简直就是无可救药的愚蠢。公爵越说越气，觉得夏灵姿完全被带坏了，甚至当场拍板：“这婚退得好！”他冷冷地盯着夏灵姿，决定要把她送走，打算随便找个正经人家，赶紧把夏灵姿给嫁出去。就在他转身要走的时候，夏灵姿却突然开口了，问他现在愿不愿意听听真相。公爵一脸不耐烦，觉得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好解释的？可夏灵姿接下来的话却让他当场愣在原地。夏灵姿冷笑着说：“免费救灾这种蠢事，他怎么可能去做？那些发出去的粮食和物资，全都是连本带利借给灾民的。这根本不是什么慈善，而是一场稳赚不赔的生意，甚至连那个雷穆特家族都还在他的算计之中。”听到这里，公爵终于停下了脚步。夏灵姿终于看清了局势，这个男人已经成了维持婚约的绊脚石。公爵沉声问道：“这难道是真的吗？你觉得那个人还有利用价值吗？”夏灵姿反问道：“祖父骗您对我又有什么好处？”这一句话直接把老头给气笑了。阿尔兹比特公爵放声大笑，不愧是流着他血脉的孙女，这股狠劲儿才是家族长盛不衰的保证。只要等那笔欠款一到手，就再也没人能撼动他们的地位。他推门走出去，只丢下一句话：“把东西给我拿过来。”跟祖父的这一番博弈，真是让夏灵姿累够呛。他平退了所有人，只想一个人静静。他彻底崩溃了，本以为能逃过一劫，谁知道这才是刚出狼窝又入虎口。
莫名其妙成了夏灵姿。虽然占了这副身体，但他可不想像原主那样恶毒。可眼下最麻烦的是，那个老头子正等着要钱呢，上哪儿去弄这么大一笔数额？难道原主就没留下点小金库吗？就算真的有，现在也没个能信任的人去打听。谁能想到，一个巨大的魔法阵竟然直接在夏灵姿的房间里炸开，诺亚就这样毫无征兆地闯了进来。他顾不上礼貌，开口就是有急事要办。夏灵姿还没从震惊中缓过神，甚至在纳闷他为什么是一个人来的。可诺亚根本没时间解释，他只想带他立刻离开这里。最担心的是还是发生了。夏灵姿心里清楚，那位陛下又开始发疯了。深夜的宫殿里传出阵阵惨叫，守卫们吓得连连后退，只能绝望地哀求他冷静一点。可现在的洛克希迪恩已经彻底失去了理智，他随手拎起一个倒霉蛋，看这架势，今晚注定要见血了。洛克希迪恩已经彻底杀红了眼，他脸上带着血迹，正欣赏着手里那条卑微的性命。随从下的魂都没了，只能拼命求饶。眼看那把剑就要刺下去了，就在这要命的关头，一道金色的光芒强行挡在了中间。夏灵姿冷冷地说：“住手吧，要是被母亲看到，她会担心的。”谁能想到，刚才还杀气腾腾的洛克希迪恩，一见到夏灵姿，竟然瞬间把手里的剑给扔了。他满脸堆笑地凑过来，一口一个亲爱的妹妹，甚至还想伸手讨个抱抱。这副粘人的样子让夏灵姿简直没眼看，心里只觉得一阵恶寒。可这位陛下倒好，看夏灵姿不领情，居然还当场装起了委屈。洛克希迪恩这副嘴脸真是让人越看越觉得离谱。他笑着说要帮夏灵姿杀人，就像在谈论今天天气不错一样。夏灵姿赶紧摆手拒绝，这种变态的关心，她真是一秒钟都不想多待。看着对方那副深情款款的样子，夏灵姿心里只有2个字：恶心。还好诺亚及时赶到，一句话就打断了这尴尬的局面。洛克希迪恩转头就开始质问诺亚，怪他为什么要带夏灵姿来这种鬼地方，毕竟刚才这里还是个杀人现场。诺亚也是一脸无奈，直言自己根本没得选，要不是有人跑来求救，谁愿意趟这浑水？夏灵姿在一旁看着这2个男人斗嘴，忍不住调侃了一句，说洛克希迪恩的人缘还真是不错。可洛克希迪恩却冷笑了一声，说自己这辈子确实挺招人待见，唯独在家人这方面，那是真的一点运气都没有。这句话听得夏灵姿心里咯噔一下，她越琢磨越觉得不对劲，这家伙说自己没家园，那不就是在变相骂他这个妹妹吗？不过转念一想，他虽然是个喜怒无常的暴君，但好歹也是一国之君，手里那金库肯定都快塞不下了。想到这，夏灵姿的画风瞬间就变了，她甜甜的喊了一声哥哥，然后理直气壮的伸出了手。既然这里这么危险，他大老远跑过来救场，那这笔辛苦费，洛克希迪恩是不是该结一下了？洛克希迪恩甚至开始怀疑，是不是那个老头断了夏灵姿的财路，才让他沦落到要来找自己讨钱。洛克希迪恩不仅1分钱不给，还一脸嫌弃的让夏灵姿去找祖父要。夏灵姿说道：“那也是你的祖父。”洛克希迪恩的眼神瞬间冷了下来，对他来说，那根本不是什么亲人，而是一个随时会从背后捅他一刀的仇人。夏灵姿这才意识到，这皇室内部的恩怨远比他想象的还要离谱。这下好了，钱没要到，反而差点撞在人家的枪口上。洛克希迪恩的嘴是真的毒，他居然怀疑夏灵姿这么急着要钱，是为了给外面藏着的平民小情人买礼物，甚至还嘲笑那人只是他养的一只宠物。夏灵姿这下是真的被逼到墙角了，如果现在拿不到钱，他之前的谎言就会被彻底拆穿，到时候连婚约都保不住。既然软的不行，他索性直接甩出了杀手锏，提出要用身上那条华丽的项链做抵押。他笃定地告诉洛克希迪恩，这条项链你以后绝对用得着。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这笔钱洛克希迪恩到底还给不给？洛克希迪恩直接对诺亚下令，让他把项链给戴上。诺亚整个人都懵了，指着自己不敢相信，结果被洛克希迪恩一句话对了回来，难不成还要我亲自动手？诺亚现在满脑子都是恐怖画面，生怕这抵押物真有什么副作用，让他变成洛克希迪恩的心头好。洛克希迪恩可没耐心等他脑补完，直接一句话对过去，让他少废话，赶紧动手。诺亚无奈的开口喊妈妈，可项链一点反应也没有。洛克希迪恩冷笑一声，说这东西除了夏灵姿谁也用不了，留着也是浪费。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夏灵姿也没了拒绝的理由，只能伸手接过项链。夏灵姿现在已经没退路了，虽然心里1万个不情愿，但为了那笔钱，他只能选择低头。他这辈子都没这么卑微过，甚至主动开口求助，希望对方能看在兄妹情分上帮一把。洛克希迪恩沉默了半晌，终于松了口，说帮忙可以，但他有个必须要满足的条件。夏灵姿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下意识追问到底是什么。结果洛克希迪恩一开口就是王炸，他要夏灵姿彻底抛弃家族姓氏，直接加入皇室。原来这里面还牵扯到一桩陈年旧账，当年先皇和阿尔兹比特公爵有过约定，长子继承皇位，次子则继承家族。这就意味着夏灵姿如果不把家族姓氏给甩了，她这辈子都别想踏进皇室的大门。夏灵姿现在也是脑壳痛，当不当公主她倒是不在乎，可要是身份一变，她那苦心经营的婚约可就全乱套了。她忍不住问洛克希迪恩，我变成皇室成员到底对你有什么好处？结果洛克希迪恩摊了摊手，一脸淡定地说，不知道
我还没想那么远呢。洛克西迪恩哪壶不开提那壶，非要夏灵姿跟那个窝囊废退婚，结果被夏灵姿当场顶了回去。这下两个人都炸毛了。洛克西迪恩想不通，那个男人到底哪里好？夏灵姿更不客气，直言自己追谁都跟他没关系。眼看气氛僵到了极点，洛克西迪恩深吸一口气，强行冷静下来。既然退婚这招行不通，那就只能换个更狠的方案。他提醒夏灵姿，现在全京城都知道他回来了，接下来的各种聚会就是最好的舞台。他要夏灵姿找个准时机，搞出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炸裂的新闻，直接让整个帝国彻底翻天。看着洛克西迪恩那副笑里藏刀的样子，夏灵姿心里直发毛，总觉得这家伙又在憋什么坏主意。虽然搞点动静出来并不难，但夏灵姿现在的名声已经够烂了，连皇室都拿他没办法，这时候再跳出来当出头鸟，实在有点反常。洛克西迪恩道，也干脆直接把话挑明了，他就是要让夏灵姿去当那个挡箭牌，好把他自己的那些烂摊子给遮过去。毕竟今天闹出这么大动静，消息肯定是捂不住了。只要夏灵姿愿意配合他演这出戏，钱的事绝对给他爽快。而且最关键的一点，他需要夏灵姿在他彻底失控的时候能伸手拉他一把。夏灵姿心里很清楚，他现在急需这笔钱，反正名声已经跌到谷底了，干脆就破罐子破摔。他抬头看向洛克西迪恩，爽快地说了声成交。这下可把洛克西迪恩给乐坏了，觉得这事儿总算稳了。可还没等他高兴太久，夏灵姿的话锋突然一转，他提醒哥哥，别忘了你的命门，现在可攥在我手里，要是事情真的搞砸了，或者让他不顺心了，他随时都会直接撂挑子走人，到那时候看谁能收得了场。随着传送阵的光芒散去，夏灵姿总算回到了府邸。诺亚第一时间停下脚步，恭恭敬敬地向夏灵姿赔不是。他为出发时的鲁莽感到抱歉，毕竟那时候情况紧急。夏灵姿倒是表现得很是大度，完全没把这点小事放在心上。他心里清楚，诺亚之所以那么急躁，全是因为护主心切，担心洛克西迪恩的安危罢了。夏灵姿忍不住感叹了一句，哥哥能有这么忠诚的部下，确实是他的福气。这句话一出，反倒让诺亚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夏灵姿倒是挺会顺水推舟，他笑着对诺亚说，要是真觉得过意不去，以后找机会帮他个忙，就算还人情了。诺亚显然没料到他会这么说，一时间站在原地没接话，气氛变得有些微妙。不过他很快就反应了过来，对着夏灵姿深深的鞠了一躬，语气变得格外郑重。既然这是小姐的意思，那他绝对会全力以赴，只要夏灵姿开口，他随时都愿意效劳。诺亚把夏灵姿送回家后，立刻赶回来向洛克西迪恩交差。洛克西迪恩听完心情大好，连着夸了好几声不错。不过诺亚心里一直挺纳闷，他忍不住开口问了一句，为什么要给夏灵姿提那种交易？洛克西迪恩一听这话，立马换了副不正经的嘴脸，凑过去问诺亚是不是看对眼了，还开玩笑说要是敢打他妹妹主意，那诺亚可就死定了。诺亚被这番话搞得一脸无奈，赶紧让他收起这些离谱的念头。可洛克西迪恩却盯着自己的手，若有所思地补了一句，不得不承认，她长得确实是漂亮，那可是他的亲妹子，长得漂亮不是理所当然吗？他已经盘算好了，要把夏灵姿带回皇室，给他找个真正配得上的好人家，绝不能让他在那帮老狐狸手里受苦。诺亚听得有些犹豫，忍不住小声提醒了一句，公爵毕竟也是小姐的家人，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强迫他了？洛克西迪恩听完直接冷笑出声，在他眼里，那个老头根本不配提家人两个字。当初夏灵姿被流放的时候，那个所谓的公爵可是第一个翻脸不认人，恨不得立刻把他彻底踢出家门。洛克西迪恩越说越气，在他眼里，那个老头根本就是把夏灵姿当商品，他绝不可能让妹妹留在这种人身边。他心里早就打好了算盘，只要夏灵姿把事情闹大，公爵肯定会为了自保把他踢出门，到时候他正好去捡漏。他要把可怜的妹妹接回来，直接封她做皇室公主，顺便把那个碍眼的阿斯金也给收拾了。结果诺亚在旁边听不下去了，随口说了句阿斯金其实也没什么错。这下可好，洛克西迪恩当场就炸毛了，他气得直拍桌子，说阿斯金一无是处也就算了，竟然还敢嫌弃他妹妹，这笔账他非算不可。他觉得夏灵姿真是死脑筋，非要盯着那个没用的男人不放，难道帝国的好男人都死光了吗？与此同时，阿斯金正坐在书房里听汇报，结果接下来的这个消息让阿斯金彻底陷入了沉思。夏灵姿竟然自掏腰包，把公国水灾修复的巨额费用全都给结清了，这笔钱可不是个小数目，谁也没想到他竟然会做到这一步。阿斯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反复确认了好几遍，怀疑是不是把人给认错了，毕竟那可是一笔天文数字。他下意识地问了一句，夏灵姿到底想要什么作为交换？可阿依德接下来的话让他握着笔的手直接僵在了半空。夏灵姿竟然说他做这些并不是为了换取任何东西，这下阿斯金彻底傻眼了，居然连一点补偿都没提，这完全不像夏灵姿的作风。现在全城堡都在议论那位小姐又要回来了，大家都在担心，要是这时候把人赶走，难免会被说成是过河拆桥。阿斯金一言不发，显然也在纠结这件事。可还没等他拿定主意，门口的守卫已经把路堵死了。这可不行，毕竟上面还没发话，谁也不敢私自放他进来。虽然嘴上说着没指望什么大场面，但看着这冷清的样，夏灵姿心里还是有点不是滋味。本以为这次回来多少能有点不一样的变化，就在他一个人发呆的时候，突然感觉到不远处的树后好像有人在偷看，原来是艾莉亚。她正小心翼翼地走过来打招呼，声音听起来还有点怯生生的。夏灵姿这下
总算露出了点微笑，赶紧招呼他过来坐。在这冷冰冰的城堡里，总算还有个能说上话的人。艾莉亚一见面就忙着道歉，搞得夏灵姿一头雾水，还以为他做了什么亏心事，原来是为了上次的事。艾莉亚一直觉得是哥哥误会了，还担心夏灵姿有没有摔伤。夏灵姿倒是挺看得开，笑着说自己身体结实得很，反而安慰艾莉亚别往心里去。艾莉亚这才松了口气，顺嘴提了一句，说守卫不让进是因为哥哥不在，而且下午还有贵客要来。贵客？夏灵姿指尖轻轻敲着桌面，看来今天这趟恐怕没那么简单。夏灵姿随口夸了一句，说这花园里的花开得真漂亮。没想到艾莉亚听完，反应大得吓人，腾的一下就站了起来。她红着脸赶紧道歉，说是因为这些花都是她亲手种的，听到有人夸奖，实在是太兴奋了。一聊起园艺，艾莉亚整个人都像变了样，滔滔不绝地分享起她是怎么培育那些新品种玫瑰的。看着眼前这个笑得这么灿烂的女孩，夏灵姿心里却突然有点发酸。谁能想到，在原本的故事书里，这个单纯的艾莉亚竟然只是一个被牺牲掉的配角。看着艾莉亚聊起花时那股活泼劲儿，夏灵姿心里软软的，这孩子明明这么单纯可爱。她忍不住又夸了一句，说既然是艾莉亚亲手种的，那这些花在她眼里可比刚才看着更有灵气了。艾莉亚被夸得有点不好意思，刚想开口说话，却突然弯下腰开始剧烈咳嗽，这一下把夏灵姿吓得不轻。她赶紧递过去一块手帕，催着艾莉亚回屋休息，还叮嘱她一定要保重身体，下次等好利索了再见面。没想到艾莉亚捧着手帕，居然小心翼翼地问，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友谊吗？看着艾莉亚那双亮晶晶的眼睛，夏灵姿感觉自己整个人都要被净化了，心里忍不住疯狂吐槽，艾莉亚你清醒一点，快想想我以前是怎么欺负你的。可面对这么单纯的攻势，谁能狠得下心拒绝？夏灵姿只能尴尬地清了清嗓子，点头答应了。既然已经是朋友了，那就别再叫什么小姐，直接叫我夏灵姿吧。看着艾莉亚开心的样子，夏灵姿心里却在犯嘀咕，这剧情的发展怎么跟她想的完全不一样？两人刚交换完名字，气氛正温馨着呢，远处却突然传来一阵乱哄哄的声音。还没等夏灵姿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女仆苏珊就慌慌张张地跑了过来，上气不接下气地喊着小姐，出大事了！领地的居民们不知道发了什么疯，现在全都堵在正门口不肯走。夏灵姿心里咯噔一下，这群人平时都挺安分的，今天怎么会突然闹出这么大动静？她顾不上多想，立刻动身赶往大门口。大门口早就被围得水泄不通，领民们七嘴八舌地求着守卫，说一定要见见帮了大家的大恩人，哪怕只是打个招呼也行。就在夏灵姿露面的一瞬间，人群里的小男孩兴奋地跳了起来，指着他大喊妈妈快看，就是那位漂亮的小姐。紧接着整个人群都沸腾了，大家伙儿又是欢呼又是招手，那股热乎劲儿简直要把人融化了。一位大叔地上满满一篮子新鲜水果，激动地说要不是因为小姐，他的家人和邻居根本活不下来。这些东西不值钱，但请一定要收下大家的心意。这下轮到夏灵姿不知所措了，她哪见过这种大场面，站在原地半天没憋出一句整话来。一个冷冰冰的声音突然响起，让喧闹的现场瞬间安静了下来。阿斯金披风一甩，带着那股生人勿近的贵族气场，就这么毫无预兆地出现在众人面前。他看着热情的领民，语气平静却不容置疑，大家的心意我收到了，剩下的东西交给骑士，然后就先各回个家吧。打发走了人群，他转头看向一旁的艾莉亚，语气里多了几分不易察觉的关切。艾莉亚，你先回房间休息，看你现在的状态不太对劲，我必须叫医生过来给你瞧瞧。阿斯金看着散去的人群，语气里听不出喜怒，他淡淡的说了句领民们太没规矩，提议换个安静的地方再聊。夏灵姿整个人都懵了，这完全不符合阿斯金的性格，按照平时的剧本，他现在应该大发雷霆才对，他为什么没生气，甚至连一句重话都没说？这种反常的平静反而让夏灵姿心里更没底了。夏灵姿独自坐在华丽的办公室里，心里却乱成了一锅粥。虽然阿斯金最近确实没那么凶了，可一想到自己竟然为此感到庆幸，他就觉得这种卑微的感激实在可悲。他心里很清楚，阿斯金在这场恩怨里也是个倒霉蛋，可问题是自己根本不是真正的夏灵姿啊，平白无故背了这么多黑锅，这心里真不是滋味。就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阿斯金正背对着他跟副官交代公事，他语气冷淡地提到，这个月的利息已经准备好了，至于本金就按照约定的日子送过去。听到这儿，夏灵姿总算是松了一口气，闹了半天，原来阿斯金今天过来只是为了处理欠下的债，看来是自己想多了，人家压根就没打算跟他叙旧，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还钱。夏灵姿开门见山地问阿斯金，既然还债压力这么大，为什么还要非要解除婚约？只要两人还在一起，那笔巨额债务根本就不用还了。阿斯金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口，他先是以领主的身份郑重感谢了夏灵姿对灾民的帮助，甚至还帮他洗清了冤屈，说艾莉亚已经承认那天拽他头发的人并不是夏灵姿。听到这儿，本以为两人的关系总算有了转机，可阿斯金的语气却突然沉了下去。他说，虽然误会解开了，但有些发生过的事情是绝对没办法当作没发生过的，不仅是他自己，就连艾莉亚也一样，那段无法抹去的过去就像一道横在他们之间的鸿沟，看来在阿斯金心里，有些伤害根本不是靠钱就能补偿得了的。夏灵姿看着阿斯金，语气里带着一丝诱惑，他说自己有个新主意，难道阿斯金就不想彻底解脱吗？不想和那个可爱的艾莉亚从此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吗？阿斯金的声音听起来充满了戒备，他冷冷地问夏灵姿，到底在打什么算盘？
夏灵姿缓缓伸出一根手指，开出了一个让人意外的价码：1年，只要再维持1年的婚约就好。如果1年之后你还是像现在这样讨厌我，到时候我绝不纠缠，一定会还你自由。阿斯金沉默了，就算到时候能离开，可欠下的那些债真的能还得清吗？阿斯金冷冷地回了一句，说到底，债主只是从公爵变成了你。夏灵姿心里一阵无语，原主以前到底造了什么孽，竟然让他防备成这样？既然解释不通，那就干脆玩个大的。他直接提出要签魔法契约，这种契约一旦生效，谁都别想反悔。他盯着阿斯金说，到时候你只管盖章就行。这下轮到阿斯金没话说了，局面彻底陷入了死寂。以前的夏灵姿简直就是个疯子，只要是他看上的东西，都会不由分说的强塞给阿斯金。至于阿斯金愿不愿意，他根本不在乎。如果阿斯金敢拒绝，他就会拿他身边的人开刀。艾莉亚就是这样被他折磨的，所以不管阿斯金有多恶心，为了保护别人，他都只能咬牙接受。可现在那个只会动粗的女人，竟然破天荒的在跟他商量，这种被尊重的感觉让阿斯金彻底懵了。他甚至不敢相信，这居然是一个提议。夏灵姿没打算逼得太紧，他放下话，让阿斯金自己好好想想。看他起身要走，阿斯金反而愣住了，问他是不是打算就这么离开。其实夏灵姿这段时间过得一点也不好，他费尽心思等在这里，根本不是为了那点钱，他只是想见他一面，把心里的话说清楚。但他也知道阿斯金现在肯定很纠结，毕竟对阿斯金来说，接受这个提议就意味着要和曾经伤害过他的人继续绑在一起。夏灵姿这下真是死要面子活受罪，那袋金币重的要命，压得他整个人都在打晃，心里直骂这钱怎么比石头还沉。阿斯金在旁边看得一脸莫名其妙，忍不住问他，这种粗活叫个仆人来不就行了？空气瞬间凝固了，夏灵姿尴尬的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只能硬着头皮打哈哈，说自己数钱的方式比较特别，得靠手感掂掂重量才放心。阿斯金就那样冷冷的看着他，满脸都写着你看我信吗？夏灵姿心里暗叫不好，这借口找得连自己都想抽自己。就在这尴尬到极点的时刻，门口传来了动静，一名仆人推门走了进来，总算是把这要命的冷场给打破了。既然仆人都进来了，夏灵姿也觉得没必要再待下去。临走前，他还不忘叮嘱一句，让阿斯金千万别忘了刚才的提议。阿斯金显然已经被磨得没了脾气，头也不回的直接赶人，让他赶紧消失。谁知道夏灵姿临出门还不忘回过头调戏一句，笑着说那咱们回见，漂亮男孩。阿斯金整个人都僵住了，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这叫什么称呼？夏灵姿倒是走得心安理得，反正这家伙长得确实比自己还精致，叫声小帅哥那不是理所应当吗？夏灵姿换了一身轻便的衣服，正准备带着苏珊离开，结果刚走到大门口就被守卫给拦住了。看守卫那副支支吾吾的样子，夏灵姿还以为出了什么大事，正纳闷呢，身后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原来是领地里的几个孩子，他们已经在门口等了很久，一看到夏灵姿出现，就赶紧跑了过来。孩子们摊开手心，里面全是红彤彤的野果，他们小声地说，这是特意为公主殿下摘的，就是想亲口说声谢谢。看着这些被汗水浸湿的小果子，夏灵姿愣在了原地，她怎么也没想到自己随手做的一点事，竟然会被人这样记在心里。看着孩子们亮晶晶的眼神，夏灵姿没有推辞，直接拿起一颗野果放进嘴里，点着头夸了一句味道真不错。可还没等孩子们高兴太久，他的话锋突然一转，说自己这辈子从来不白拿别人的东西，更没有收免费礼物的习惯。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下，夏灵姿直接从钱袋里抓出几枚金币，塞到了孩子们的手里，说这是他们采摘果子的辛苦费。旁边的人都看傻了，哪有人给几个野果付这么多钱的？但这正是夏灵姿的逻辑，既然是交易，那就要按他的规矩来。虽然嘴上说着不相信无私的善意，但他心里很清楚，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让善良的人得到实实在在的回报，那份善意才不会被磨灭。夏灵姿看着面前的孩子们，语气难得变得温柔起来。她说希望这次相遇能让大家以后的日子过得好一点。看着小女孩那副崇拜的样子，夏灵姿顺手摘下头上的宝石发卡，轻轻别在了她的头发上，笑着催促他们赶紧回家。孩子们哪见过这种场面，兴奋的直接尖叫着扑了上来，把夏灵姿抱了个满怀，吓得旁边的守卫赶紧冲过来拦着，生怕这帮小家伙没轻没重。看着孩子们远去的背影，守卫这才松了一口气，过来询问是不是该动身了。夏灵姿点了点头，折腾了这么久，确实也该回去了。这一趟虽然意外频出，但结果总归还不算太糟。马车还没停稳，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就打破了宁静。夏灵姿刚下车，就看到了一辆装饰极其华丽的马车，她在脑子里飞快地搜索着这到底是谁。可当她看清马车上的蓝色家徽时，心里咯噔一下，这个标志她竟然从来没见过。按理说，以夏灵姿的身份和记性，帝国的贵族她应该了如指掌才对，除非这个家族是她压根就没放在眼里的无名小族，又或者是某个被她彻底遗忘在角落里的死对头。就在她惊疑不定的时候，马车的门缓缓打开了，一只脚稳稳地踩在了草地上。从马车上下来的男人，简直像从画里走出来的一样，那一身考究的贵族打扮，配上那张无可挑剔的脸，连夏灵姿都忍不住在心里嘀咕：这家伙是不是帅得有点过分了？男人优雅地走上前，开口就是教科书级别的赞美，说能在这种地方见到帝国最漂亮的女人，简直是上天对他的眷顾。还没等夏灵姿反应过来，他已经极其自然地托起他的手，低头行了一个标准的吻手礼，语气里满是温柔。在夏灵姿的认知里，
这个世界上的颜值天花板本该是他的未婚夫阿斯金，或者是洛克希迪恩和诺亚那样的顶级帅哥，可眼前这个突然冒出来的男人，帅的实在有点离谱，甚至让他感到了一丝莫名的威胁。这人到底是从哪钻出来的？夏灵子猛地甩开对方的手，冷着脸质问他为什么要装出一副很熟的样子。男人倒也不生气，他微微欠身表示抱歉，随后不紧不慢地亮出了身份。他说自己叫伊恩，是柴尔德家族的长子，也是这块领地未来的继承人。夏灵子愣了一下，柴尔德家族这个姓氏听起来怎么这么耳熟？他猛然想起祖父曾经亲口承诺过，如果哪天他和阿斯金的婚约吹了，也不用担心没地方去，因为祖父早就给他找好了下家。那个被祖父看中的家族，正是眼前的柴尔德家族。夏灵子心里总算转过弯来了，闹了半天，这家伙竟然是他的备胎未婚夫。为了得到想要的美丽事物，夏灵子从来都是不择手段，不管是稀世珍宝，还是那些长相出众的男人，只要被他盯上，就没人能全身而退。看着伊恩那副随性淡然的样子，夏灵子心里很清楚，这个男人跟他以前见过的那些完全不同。以前那些男人见到夏灵子，要么吓得半死，要么就气得想拔剑拼命，可眼前这个伊恩反应实在是太奇怪了。夏灵子一下子反应过来，这男人绝对被以前的自己狠狠地招惹过，而且留下的阴影还不小。他没有多做解释，只是优雅地道了个别，随后便头也不回地乘车离开，只留下伊恩一个人站在原地，看着远去的马车出神。伊恩忍不住感叹，这个女人简直就是一颗毒苹果，虽然明知道有毒，却还是让人忍不住想靠近。就在这时，随从过来提醒他该出发了。伊恩收起心思，恢复了往常那种冷淡的样子。阿斯金显然有些意外，开口就问：“怎么是你这个当儿子的来了？难道老伯爵生病了吗？”伊恩这次是背着父亲私下找上了阿斯金，他很清楚，如果老伯爵亲自出面，肯定会惊动敏锐的阿尔兹比特公爵。他开门见山地问阿斯金：“之前商量的那件事，你到底考虑的怎么样了？交易条件还是和之前一样，柴尔德家族会出面帮你把所有的债务全部还清，你不需要支付任何利息，只需要偿还本金就行。”这种条件听起来简直像在做慈善。阿斯金显然没那么好糊弄，他盯着伊恩，直接问出了心里的疑惑：“既然大家非亲非故，你们家族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劲来帮我？”伊恩听完笑了笑，给出的理由简直无懈可击。他说这不过是贵族的义务，是为了正义在挥洒财富。在他嘴里，阿斯金成了帝国不可多得的人才，如果因为这点债务就自甘堕落，那简直是整个国家的损失。这番话听起来正气凛然，把阿斯金捧到了一个极高的高度，但越是这种滴水不漏的回答，反而越让人觉得这背后的水深不可测。伊恩接着抛出了重磅消息，他说自己的家族一直都在使用阿斯金铺设的黄路，所以于情于理，他们都欠了阿斯金一份天大的人情。很多人可能都忘了，当年在帝国西部的荒原上平定怪物，开辟出这条安全商路的正是阿斯金。那时的阿斯金才刚满20岁，就凭一己之力彻底改变了整个帝国的贸易格局，这种手腕和胆识简直让人不寒而栗。伊恩想起父亲曾经说过，面对这样一个男人，连他那种老狐狸都差点被动摇了。伊恩敏锐地察觉到阿斯金的态度似乎有些微妙的变化，他开始怀疑这个男人是不是又有了别的打算。伊恩也没打算继续绕圈子，他直截了当地表示，虽然很想等阿斯金慢慢考虑，但现在的局势已经没时间让他们继续耗下去了。面对这种无形的施压，阿斯金并没有乱了阵脚，他给出了一个期限，1周之内我会给你一个准确的答复。伊恩听完点了点头，表示期待那个双赢的结果。就在两人准备结束这次谈话时，伊恩却突然停下了脚步。他说自己最近刚好听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传闻，他说夏灵兹之前救助了领地的灾民，那些人为了报恩，还特意送来了不少当地的特产。这番话听起来是在夸人，但在这个节骨眼上提起来，显然是在试探阿斯金的底线，看他到底对这位大小姐了解多少。伊恩也是个聪明人，话点到为止，还没等阿斯金接话，他就先一步找了个借口准备告辞。他说自己太失礼了，既然阿斯金已经累了，那他就不再继续打扰，随后便转身离开了房间。随着房门关上，阿斯金独自站在原地，一句话也没说。伊恩一边走一边琢磨，他觉得阿斯金和夏灵兹的关系恐怕比外界传闻的要深得多。刚才他故意提起夏灵兹，阿斯金那一瞬间的反应根本就瞒不过他的眼睛，这对他来说确实是个不小的麻烦。不过他并没有因此而烦恼，反而露出了一丝玩味的笑。原本优雅的夏灵兹此时正缩在被子里不停的哀嚎，看样子是难受坏了。女仆苏珊在一旁急得不行，赶紧凑过去询问情况，生怕自家大小姐出了什么意外。夏灵兹一边在床上翻滚，一边委屈巴巴的抱怨，觉得这事儿简直太不公平了。谁能想到堂堂大小姐竟然因为贪嘴，随便吃了几个野果就把肚子给吃坏了，这下可好，原本的计划全被打乱了。夏灵兹这回是真的病倒了，整个人虚弱的瘫在床上，她一边揉着太阳穴，一边嘟囔着自己最讨厌生病。苏珊赶紧把药端到跟前，劝她先把药喝了。夏灵兹虽然一脸嫌弃，但也只能硬着头皮灌下去。苏珊轻声安慰说，只要睡一觉，身体很快就能恢复过来。一觉过后，夏灵兹还没缓过劲来，苏珊就急匆匆地闯了进来。虽然打扰休息很失礼，但接下来的消息确实非同小可。夏灵兹揉了揉眼睛，刚觉得身体好受了一点，就听到苏珊一脸紧张的报告，说护卫骑士竟然带回来了一些孩子。听到这话，夏灵兹整个人都愣住了，好端端的骑士怎么会突然带孩子回来？
他立刻让外面的人进来，想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随着房门被推开，骑士带着人走了进来，看到被带进来的这两个孩子，夏灵子一眼就认出了他们，这不就是之前在路边送给他野果的那两个小家伙吗？骑士们此时却一脸严肃地报告说，已经抓到了这些无礼之徒，非说是他们害得大小姐肚子疼，甚至还主动请命让夏灵姿立刻降罪惩罚。看着骑士们这副义愤填膺的样子，夏灵姿心里却冷笑了一声。他心里跟明镜似的，这帮人哪是想为他出气，这分明是骑士团怕被追究责任，故意找了两个孩子来当挡箭牌，好让他把火气都撒在弱小身上。面对这种卑劣的甩锅行为，夏灵姿可不打算就这么轻易放过。他不仅没有生气，反而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的决定。他平静地吩咐苏珊把这两个孩子带去客厅，不仅要好好照顾，还要拿些自己的东西分给他们。这话一出，旁边的骑士们彻底整懵了。他们原本还等着看好戏，结果大小姐完全不按套路出牌。苏珊虽然也有些意外，但还是立刻领命照办。夏灵姿缓缓转过身，眼神里透着一股寒意。她冷冷地质问眼前的这两个人：“我什么时候让你们把那些孩子带到这里来了？”夏灵姿就这么盯着他们，怎么不说话了？难道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吗？两个大男人被问得哑口无言，还想拿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打掩护。可惜夏灵姿根本不吃这一套，他的手指点在对方胸口，一字一顿地问：“我什么时候下过这种命令？”其实还想在那儿狡辩，说这一切都是为了让他开心，甚至拿几个覆盆子当借口。这下彻底撞在枪口上了。夏灵姿冷冷地回了一句：“谁给你们的胆子，敢在这儿揣摩我的心思？”夏灵姿刚才心情确实不怎么样，但真正让她火大的是这帮人居然敢拿孩子当挡箭牌。她冷冷地盯着眼前的骑士：“谁给你们的胆子，敢不听命令就擅自行动？”甚至还补了一句致命伤：“要是让祖父知道这件事，他老人家一定很高兴吧？”这下两个骑士彻底慌了，在那儿拼命求饶，可现在后悔恐怕已经太晚了。夏灵姿连头都没抬，冷冷地甩下一句：“借口就免了，滚出去！”看着那两个骑士灰溜溜地离开，夏灵姿心里比谁都清楚，这些人名义上是他的护卫，实际上只听祖父一个人的命令。这种被监视、被孤立的感觉，让他突然意识到一个扎心的事实：原来真正的夏灵姿这辈子一直都是孤身一人，从来没有人真正站在他这一边。这种孤独比任何敌意都要让人心寒。赶走了那帮碍事的守卫，屋子里总算安静了下来，只剩下这两个缩在沙发上的小家伙。夏灵姿看着桌上精致的点心，发现他们竟然连碰都没碰一下。他放轻了语气问：“你们怎么连一块饼干都没动？这些味道真的挺不错的。”小男孩终于憋不住了，他小声说出真相。那些守卫威胁他们不准乱动，否则就再也见不到爸爸妈妈了。听到这儿，夏灵姿心里的火蹭的就上来了。刚才真该直接打掉那帮混蛋的牙，简直是一群畜生。看着孩子们委屈的样子，他第一次感到深深的自责。仅仅因为跟我这个恶女扯上关系，就要让这些孩子遭这种罪吗？他深吸一口气，转头吩咐女仆苏珊去把那边抽屉里的两样东西拿过来。既然这帮大人不干人事，那他只能用自己的方式来给这些孩子一点补偿了。夏灵姿的语气里带着一丝无奈：“别担心，我现在可没心思欺负你们。”他一边说着，一边轻轻打开了那个金色的小盒子。但我也不想看着你们一直哭，咱们来做个交易吧。随着盒子被彻底开启，原本压抑的房间瞬间变了样，无数闪着光的蝴蝶从盒子里飞出，像星光一样洒满了整个屋子。刚才还吓得不敢动弹的孩子们，这下全看呆了，他们哪里见过这种场面？看来这招确实管用。夏灵姿成功用这一手抓住了所有人的目光。夏灵姿晃了晃手里发光的盒子，笑着抛出了诱饵：“只要不哭了，我就把这个送给你们。”这招果然灵验，刚才还闹个不停的孩子们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乖乖止住了声音。小女孩犹豫了一下，终于说出了藏在心里的秘密：她弄丢了之前收到的发卡，为了找她，在外面冻感冒了。她低着头小声说，自己觉得特别对不起您，所以刚才才不敢抬头看您。夏灵姿愣了一下，她怎么也没想到，这两个孩子之所以这么害怕，竟然是因为这种单纯的理由。看来也得给那小姑娘重新准备一个礼物了。小女孩还想解释什么，说自己不是为了要东西才开口的，但夏灵姿摆了摆手，直接打断了她：“行了，今天就到这儿吧，我累了，你们该回家了。”她转头吩咐苏珊，务必把这两个孩子安全送回去。既然答应了要护着他们，就要做到位。可还没等她喘口气，女仆就带来了一个新消息：公爵大人现在正急着见她。夏灵姿脸上的笑意瞬间消失，在这个节骨眼上找过来，难道是为了那件事？看着桌上这一大箱金币，阿尔兹比特公爵眉头一皱，沉声问了一句：“这些东西都是哪来的？”夏灵姿倒是表现得很淡定，她笑着反问祖父：“您觉得这像什么？”还没等对方反应过来，他就一脸得意地宣布：“这可是我之前救助灾民、立下大功才得到的赏赐。”看着祖父陷入沉思，夏灵姿心里其实也有点发虚。虽说这钱其实是找哥哥要的，但只要能达成目的，过程什么的都不重要。阿尔兹比特公爵盯着金币看了半天，终于站起身来。看来这笔意外的财富已经让他开始重新评估自己这个孙女的本事了。阿尔兹比特公爵神情严肃地开了口：“皇室马上要举办庆典宴会了。”他盯着夏灵姿，语气里满是警告：“到时候给我老实点，千万别到处惹事。”夏灵姿嘴上答应的好好的，说自己一定会尽力配合，可心里却在冷笑。毕竟他和洛克西迪恩之间早就有了另外的计划。然而还没等他得意太久，祖父接下来的话就像一道响雷劈了下来。
他一边摆弄着桌上的金币，一边漫不经心地宣布，在那场宴会上，我打算正式公开你和阿斯金的婚约。夏灵姿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盯着祖父追问道：“阿斯金本人能答应这门亲事？”阿尔兹比特公爵冷笑一声，反问他为什么要征求那小子的同意。在他眼里，阿斯金不过是个欠了一屁股债的穷光蛋，除了听命于他，根本没得选。夏灵姿还是不甘心，如果他在宴会之前把债还清了呢？阿尔兹比特公爵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他断言阿斯金这辈子都还不清，只要他身边还带着艾莉亚那个病秧子，那个没用的累赘，就会永远拖着他沉入深渊。看着祖父那负胜券在握的模样，夏灵姿只觉得脊背发凉。阿尔兹比特公爵最后下了死命令，让他在正式宣布婚约之前，必须想办法抓住阿斯金的心。这哪里是联姻，这分明是把所有人都当成了可以随意摆布的棋子。阿尔兹比特公爵的话说得很难听，他敲着桌子质问夏灵姿：“这种倒贴的丢脸日子，你到底还打算过多久？”夏灵姿沉默了一会儿，随即换上了一副乖巧的笑脸，轻声回答说：“我知道了，祖父。”在外人看来，她依然是那个公爵小姐，可只有她自己知道，这副面具下藏着多少心虚。一回到自己的房间，夏灵姿就彻底破防了。完蛋了，这下真的麻烦大了，原本的计划全被打乱，接下来的路到底该怎么走？原本计划只是假订婚1年，谁能想到现在竟然要弄假成真了。夏灵姿越想越觉得不对劲，阿斯金绝对不会同意这门亲事，如果处理不好又要重蹈覆辙，最后死在阿斯金手里，到底该怎么办？难道真的要按照和洛克希迪恩的契约，在宴会上大闹一场，把一切都彻底搞砸吗？可那也只是权宜之计，他需要一个更稳妥的办法。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了侍女的声音，说是有位皇室的客人深夜到访。夏灵姿愣了一下，这个时间谁会过来？还没等他反应过来，那个披着黑色斗篷的男人已经推门走了进来。当他缓缓摘下兜帽，露出那张熟悉的脸时，夏灵姿彻底定住了。诺亚竟然在这个时候亲自找上门来了。诺亚恭敬地向夏灵姿行礼，他说：“皇帝陛下正在到处找您。”夏灵姿一听就火了，难道他叫我就非要过去吗？这话说完，气氛一下子变得有点尴尬。夏灵姿这才反应过来，诺亚只是个传话的，没必要把火撒在无辜的人身上。夏灵姿松了口，让他直接在前面带路。诺亚听完笑了笑，说：“这就送您去马车那边。”宏伟的宫殿，屋里早就准备好了各种华丽的首饰和礼服。看来接下来的这场会面排场可真不小。洛克希迪恩坐在金山银山里，一开口就是老熟人的语气，问夏灵姿怎么才到。夏灵姿虽然觉得他帅得没话说，但嘴上可一点不吃亏，直言坐马车就是这么慢。两人互相损了几句，夏灵姿直接问他到底想干嘛。原来是为了帝国宴会，要给他定做一身最顶级的礼服。皇室专属设计师贝贝切亲自到场，这排场确实给足了。可夏灵姿却不太乐意，觉得公爵府里多的是设计师，没必要非要在这儿折腾。洛克希迪恩听完，直接开启毒舌模式，让他闭嘴，乖乖量尺寸，还吐槽欠债的人话就是多。夏灵姿刚想反驳，结果对方一句现在还钱，直接把他所有的话都堵了回去。拿人手短，夏灵姿只能在心里暗暗后悔，当初真不该找这个男人借钱。洛克希迪恩突然开启了说教模式，吐槽夏灵姿以前穿的太省布料，非要他这次穿的严实点。夏灵姿听的耳朵都要起茧子了，心想这家伙思想怎么这么保守？全天下的哥哥果然都一个样。洛克希迪恩一脸严肃的解释，说穿的太招摇，会招来不怀好意的混蛋。他这其实是想让夏灵姿去大闹一场。夏灵姿一听头都大了，试探着问能不能干脆不去参加宴会。结果洛克希迪恩冷笑一声，反问他觉得这事儿躲得掉吗？看来这汤浑水他是必须得烫了。洛克希迪恩还在一旁不停叮嘱，让夏灵姿千万别给皇室丢脸。看着正在量尺寸的女仆，夏灵姿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小女孩曾因为弄丢了发夹，找了一整夜，最后还冻感冒了。夏灵姿温柔的伸手摸了摸女仆的头，这一举动让女仆彻底愣住了。夏灵姿盯着女仆头上的发夹，语气冰冷地问：“这东西是从哪儿来的？”女仆被吓得够呛，支支吾吾说是恋人送给她的礼物。夏灵姿听完冷笑一声，转头看向一旁神色尴尬的守卫，她一字一顿地质问：“所以你跟这个女仆是恋人关系？这发夹还是你亲手送的？”这下守卫彻底傻眼了。夏灵姿直接当面摊牌，让他最好实话实说，为什么手里会有他的发夹。守卫这下彻底没话说了，只能低头道歉，说自己是捡了公主扔掉的东西，才拿去送给恋人当礼物的。夏灵姿听完简直想笑，这家伙是真把他当傻瓜耍吗？如果是以前的夏灵姿，或许真的会被这番话骗到，但现在的他早就不是那个任人摆布的傀儡了。就在所有人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夏灵姿已经直接拔剑出手，他心里的怒火再也压不住了。先不说这帮人平时怎么看不起他，最让他不能忍的是，竟然有人连孩子的东西都抢。那个发夹是他亲手送给领地里一个穷苦孩子的，全是因为这个混蛋太贪心，才把东西抢走据为己有。他死死盯着眼前这个男人，语气冰冷到了极点：“你抢了孩子的发夹，现在居然还敢把我当傻瓜耍！”眼看瞒不住了，守卫立马换了一副嘴脸，哭着喊着说自己是冤枉的，全是女仆里维拉逼他干的。他把自己撇得干干净净，说自己只是个听命行事的受害者。可实际上呢，当初他拿着偷来的发夹炫耀时，可不是这么说的。他不仅骂那些穷苦孩子是丧家犬，还嘲笑夏灵姿是个发现不了真相的蠢货。这种当面求饶背后捅刀的小人，真是把无耻发挥到了极致。他以为这次
还能靠演戏糊弄过去吗？夏灵姿冷冷地看着他表演，这个混蛋嘴里果然没一句真话。眼看事情闹大了，女仆里维拉吓得赶紧低头认错，她承认自己不该一时糊涂，收下那个从孩子手里抢来的发夹，现在只求公主能听她解释清楚，她绝对没有指使那个无赖去偷东西，更没有惦记过公主的任何宝贝。夏灵姿听完解释，并没有立刻发作，而是冷冷地回了一句：“既然这样，那个男人就交给你处理了。”他从背后按住李维拉的肩膀，语气里透着一股让人脊背发凉的狠劲。但是你记住了，处理的结果必须让我满意才行。李维拉冲上去，对着守卫就是一顿暴揍，打得他满地找牙，惨叫连连。夏灵姿冷眼看着这一切，心里只觉得这帮人虚伪的恶心，明明什么都知道，却还敢合伙演戏，真当他是好欺负的软柿子吗？洛克西迪恩端着茶杯，笑得一脸灿烂，他甚至还贴心地叮嘱夏灵姿，晚宴的时候也要像现在这样好好表现。夏灵姿吃着点心，半开玩笑地问：“看样子你很喜欢这些东西。”洛克西迪恩正等着夏灵姿赶紧闹出点乱子，最好闹到被所有人赶出去，这样他就能顺理成章地把他带走据为己有。这一巴掌下去，全场都安静了。夏灵姿看着眼前的残局，心里却慌得不行，估计他的恶名又要传遍大街小巷了。本来想低调一点，结果这下彻底完蛋了。谁能想到夏灵姿的风评竟然一夜之间反转了，现在整个领地都在传他的好话，说他不仅帮了受灾的百姓，还狠狠教训了欺负小孩的骑士，简直就是活菩萨转世。大家都在感叹，这才是他们想要的领主夫人。可这些话传到阿斯金耳朵里，他却怎么也不敢相信，这真的是那个传闻中的恶女吗？阿伊德急匆匆的报告说，领地里的传闻已经压不住了，所有人都在夸夏灵姿。阿斯金听完，直接下了死命令，不管用什么办法，必须立刻把这些消息封锁掉。在他看来，反正两人的婚约迟早要解除，现在把她说成是未来的女主人，以后只会让她更难堪。可就在这时，连她的亲妹妹都倒戈了。艾莉亚低着头小声说：“哥哥，我觉得夏灵姿其实不坏。”她甚至开始为自己以前那种先入为主的偏见感到有些羞愧了。阿斯金现在是一个头两个大，夏灵姿开出的条件是维持1年的婚约，而且为了保险起见，他还会亲自准备一份带有魔力的契约书。他说只要签了契约，婚后他绝对不会纠缠阿斯金半分。不得不承认，阿斯金确实对这个提议心动了，这种互不干涉的自由正是他想要的。他不再犹豫，直接吩咐身边的阿伊德去备车，看这架势是要立刻采取行动。就算妹妹说的没错，夏灵姿可能真的变了，但阿斯金现在更关心的是这场交易背后的真正目的。阿斯金心里很清楚，事到如今已经没有回头路可以走了。既然木已成舟，他只能带着阿伊德大步离开，去面对那个无法预料的未来。可另一边，独自待在花园里的夏灵姿状态却有点不对劲，她整个人无精打采地趴在桌上，嘴里还忍不住骂了一句该死。看她这副懊恼的样子，难道是刚才的计划出了什么连她都没料到的差错？深夜的宅邸门口，夏灵姿正准备乘车离开，一直守在旁边的诺亚看出了她的异样，他轻声开口询问，问他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可还没等诺亚把话说完，夏灵姿就冷冷地打断了他，反问他就算自己真的不好，他一个外人又能拿这事怎么办？这一句话直接把天聊死了，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面对夏灵姿这种带刺的质问，诺亚并没有生气，反而露出了一个让人捉摸不透的微笑。诺亚看出了夏灵姿的疲惫，他主动伸出手，语气温柔地提议要亲自护送她回去。这种突如其来的体贴，反而让夏灵姿起了疑心，因为在她的记忆里，书中的诺亚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哪怕是面对恶女发脾气，他也从来不会像现在这样保持沉默，更别提主动示好了。难道他表现得这么友好，只是因为自己还有利用价值？或许他真正看重的是他能够压制住那股疯狂力量的能力。夏灵姿正想得出神，诺亚的一声轻唤直接打断了他的思绪。他现在心里乱得很，根本没心思应付这个男人，干脆直接下了逐客令，让他别在这碍眼。虽然搞不懂诺亚到底在玩什么把戏，但夏灵姿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没空在他身上浪费时间。可就在诺亚离开后不久，花园里又传来了脚步声。伊恩缓缓走向独自坐着的夏灵姿，语气里带着一丝藏不住的深情。他说自己等这一刻已经很久了，一直都希望能和他再次见面。这一个接一个的男人，真是让夏灵姿一刻也清静不了。伊恩笑得一脸灿烂，说今天终于让他带到了机会，能和夏灵姿单独聊聊。夏灵姿显然没料到会在这里遇见他，整个人都写满了拒绝，直接质问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面对这种冷冰冰的态度，伊恩倒是一点不尴尬，反而劝他别这么紧张，说自己又没做什么坏事。夏灵姿心里却在冷笑，就是因为对他一无所知，才更让人觉得危险。伊恩解释说自己本想去见公爵，但路过时实在没法装作没看见他，正好他手里还准备了一份小礼物，那是一瓶从海外进口的顶级红酒。伊恩特意强调，他是听说夏灵姿喜欢喝酒，才专门托人弄来的。这番滴水不漏的讨好，反而让气氛变得更加微妙了。看着眼前的顶级红酒，夏灵姿的反应却出奇的冷淡，这让伊恩心里泛起了嘀咕。明明听说他是个视酒如命的人，难道情报又是假的？他试探着问了一句，是不是这酒不合他的胃口？夏灵姿沉默了一会儿，还是伸手示意让他把酒拿过来。可谁也没想到，就在两人交接的那一瞬间，酒瓶竟然直接从指尖滑落，随着一声清脆的巨响，名贵的红酒在地上溅得四处都是，玻璃碎片散落一地，两人就这样僵在原地，谁也没有先开口说话。最后
还是伊恩打破了沉默。他先是客客气气地道了个歉，接着又换上一副笑脸调侃起来。他说：“看来是这瓶酒档次太低，根本配不上帝国头号爱酒人士的身份，所以才会落得这么个下场。”虽然嘴上说的轻松，但伊恩心里却在暗暗反省。他觉得自己这次确实有点玩脱了。原本只是想试探一下夏灵姿，结果不仅没试出什么名堂，反而把气氛搞得一团糟。伊恩说下次一定会准备一瓶像样的好酒，他甚至还得寸进尺地发出了邀请，问到时候夏灵姿愿不愿意赏脸陪他喝上一杯。表面上他风度翩翩，可心里对这个女人的好奇已经快要按捺不住了。夏灵姿看着他这副样子，心里只觉得莫名其妙，这家伙到底在打什么算盘？他甚至开始怀疑伊恩是不是对他有什么深仇大恨，才会这么急不可耐的想再见到他。就在两人各怀鬼胎的时候，远处传来了女仆苏珊焦急的呼喊声，这尴尬的对峙才总算被打断了。苏珊大声喊着有贵客到了，夏灵姿显然还没回过神，随口问了一句这大白天的哪来的客人？可苏珊接下来的话让在场的人都愣了一下。她说阿斯金公爵亲自登门了，谁也没想到阿斯金竟然会选在这个时候不请自来。夏灵姿怎么也没想到阿斯金竟然会出现在这，他到底想干什么？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伊恩已经主动上前行礼，向公爵大人问好。真没想到竟然会在这种地方遇见您。阿斯金只是冷冷地回了一句我知道了。伊恩一看这气氛，立马找借口准备撤退，说是不想打扰两位的二人世界。临走前他还不忘盯着夏灵姿，期待着下一次见面。伊恩真的只是来送酒的，他就这么拍拍屁股走了，留下这一地的尴尬。偏偏还是在那种肉麻的调情之后，夏灵姿现在只想找个地缝钻进去。看着身边沉默不语的阿斯金，他知道有些话必须说清楚了，既然躲不掉，那就干脆做个决定吧。阿斯金一开口就火药味十足，问他所谓的决定到底是什么意思。还没等夏灵姿解释，阿斯金接着又冷嘲热讽了一句，说他刚才跟别人聊得挺开心。夏灵姿整个人都愣住了，完全没反应过来他在说什么。结果阿斯金变本加厉，既然你已经找好了夏家，那这婚约干脆就解除了吧。夏灵姿这下彻底炸毛了，这个混蛋到底把他当成什么人了？夏灵姿终于忍无可忍，直接把话挑明了。他说阿斯金完全是找错了重点，因为从始至终他才是那个被选中的人。他甚至伸手戳了戳他的胸口，直言那些无聊的蠢货根本没法跟他比。阿斯金被这突如其来的表白搞得半天说不出话。就在这暧昧到极点的时刻，阿尔兹比特公爵突然现身，笑着问是不是打扰了他们的好事。他顺水推舟，直夸两人是天生一对，让阿斯金以后多来家里走动走动。阿斯金一点都没慌，反而顺着话头说，公爵大人您来的正是时候，我刚好也有事要找您谈谈。阿尔兹比特公爵坐了下来，问他到底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非要当面说清楚。阿斯金看了一眼身边的夏灵姿，语气平静的让人害怕。他说既然当事人都在场，那接下来的话就好说多了。夏灵姿心里咯噔一下，好说多了，这家伙到底想当众宣布什么？夏灵姿心里突然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他看着阿斯金，心想这家伙该不会真的要乱来吧？可还没等他开口阻止，阿斯金已经当着所有人的面正式报上了自己的名号。他语气冰冷的没有一丝温度，当众宣布要正式解除跟阿尔兹比特家族的婚约。这一句话就像晴天霹雳，夏灵姿整个人僵在原地，脑子里只剩下一片空白。夏灵姿还想再挽回一下，可阿斯金的态度冷得像冰，他说自己绝不会改变主意，这婚今天必须得退。一旁的阿尔兹比特公爵彻底炸了，他觉得夏灵姿简直是个废物，不仅没能抓住男人的心，还让整个家族跟着丢脸。他指着夏灵姿的鼻子破口大骂，说他除了给祖宗抹黑，真是一点用处都没有。夏灵姿被骂得眼眶通红，只能委屈地喊了一声祖父。阿尔兹比特公爵彻底失去了耐心，他猛地一挥手，大声命令守卫把夏灵姿拖出去。几个守卫立刻冲了上来，动作粗鲁地抓住了夏灵姿，根本不给他任何反抗的机会。夏灵姿看着这些熟悉的盔甲，心里却感到一阵恶寒。这些人明明是他的专属骑士，现在却全都戴上了冰冷的面具。他瞬间明白了祖父的狠毒，这是怕他以后认出这些人的脸，所以连最后一点退路都给堵死了。夏灵姿拼命挣扎着想要脱身，可那些面具后的眼神没有一丝一毫的怜悯。伴随着花瓶破碎的刺耳声响，夏灵姿最后的哀求也被彻底淹没。阿尔兹比特公爵连看都不看他一眼，反而转过头去讨好阿斯金，说只要能达成合作，他愿意满足阿斯金的一切愿望。他甚至用一种极其轻蔑的语气，让阿斯金把夏灵姿当成玩具随便处置，仿佛那不是他的亲孙女，而是一个可以随手送人的物件。大门在夏灵姿面前重重关上，隔绝了他所有的希望。屋内的公爵露出了老谋深算的笑容，既然碍事的孙女已经打发走了，真正的利益交换现在才正式开始。阿尔兹比特公爵眯起眼睛，给了阿斯金最后一次机会，他再次确认是不是真的要和夏灵姿解除婚约。阿斯金没有丝毫犹豫，他不仅要彻底结束这段关系，还当场甩出了一个重磅筹码，他要用现金一次性还清所有欠款。听到这话，公爵原本阴沉的脸瞬间放晴，在堆积如山的金币面前，亲孙女的幸福根本不值一提。他迫不及待地笑了起来，直接甩出一份合同，冷冷地提醒阿斯金，这场婚约从一开始就是一笔生意，既然是阿斯金先毁约，那就要按规矩办事，不仅要还钱，还得额外支付一半的利息作为违约金。如果拿不出钱，就用名下所有的房产来抵债。他说无论阿斯金怎么选，他那个生病的妹妹这辈子
都别想治好了。阿尔兹比特公爵露出了真面目，他根本没打算放过阿斯金，反而厚着脸皮提出要他在接下来的帝国舞会上继续扮演夏灵子的未婚夫。阿斯金这才反应过来，在这只老狐狸眼里，自己不过是一只会下金蛋的鹅，只要还有利用价值，就永远别想全身而退。与此同时，夏灵姿正提着裙摆在走廊奔跑，他心里比谁都清楚，祖父一直把他当成上位的工具，但他没想到对方竟然能冷血到这种地步。夏灵姿想要离开，却被守卫死死拦住了去路。他厉声呵斥对方别碰自己，可这几个家伙根本没有让开的意思。就在局面僵持不下时，泽特突然出现在他身后，他一把推开了守卫的手，语气坚定的让夏灵姿先走，剩下的麻烦由他来解决。夏灵姿愣了一下，他没想到在这种众叛亲离的时候，竟然还有人愿意为他挺身而出。难道泽特是唯一还对他忠诚的人吗？不过现在已经没时间感动了，他提着裙摆头也不回的跑向大殿，因为他心里清楚，现在只有找到阿斯金，才能彻底扭转这个死局。夏灵姿一路小跑，心里不停的盘算着，这个时间他应该还没走远。果然，在宫殿外的马车边，他一眼就认出了那个熟悉的背影，阿斯金就在那。他急忙追上前去，大声喊着他的名字，想要让他停下来听自己解释，哪怕只是1分钟也好。阿斯金终究还是停了一下，他侧过头看了一眼身后的夏灵姿，这一眼没有预想中的愤怒和质问，反而平静的让人害怕。夏灵姿愣在原地，下意识地问了一句：“你这是在哭吗？”这下尴尬了，阿斯金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最狼狈的一面，竟然全被夏灵姿看在了眼里。他强撑着最后一点体面，低声说：“请原谅我的失态。”可接下来的话却让夏灵姿彻底愣住了。原本说好要解除的婚约，现在居然要暂时搁置。明明之前那么急着要断干净，怎么突然就变卦了？他们之间到底达成了什么秘密协议？夏灵姿在心里发狠，这事绝对没完。她盯着眼前的男人，一字一句地质问：“难道我的这些努力，在你眼里就真的这么一文不值吗？”阿斯金沉默了很久，最后只是自嘲的笑了笑。如果你真的这么讨厌我，那也不是你的错。这种把责任全揽过去的态度，反而让夏灵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夏灵姿彻底懵了，她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竟然只是一个挡箭牌，真正的幕后黑手其实是他的祖父阿尔兹比特公爵。这场婚约从一开始就是一场拿家产当赌注的交易，公爵甚至狮子大开口索要一笔天文数字的违约金，整整1半的家产，这哪里是想解除婚约，这分明是要让人倾家荡产啊！阿斯金终于说出了心里话，如果不赶紧把这关系断了，公爵那个无底洞迟早会把一切都吞干净。在他眼里，公爵的贪婪根本没有上限，不仅要钱要名声，甚至连阿斯金的剑术都不放过。他看着夏灵姿，语气里满是无奈，等公爵把我们彻底榨干，就会像扔垃圾一样把我们踢开。面对这种注定毁灭的命运，换作是谁会不想拼了命地逃走呢？阿斯金突然开口问他，刚才有没有哪里受伤？他觉得既然还没正式散伙，自己就有责任照顾好他，毕竟刚才场面那么乱，那些骑士下手也没个轻重。他甚至还主动提出要从城堡里找些名贵的药草，专门派人给他送过去。可夏灵姿根本不领情，他冷冷地回了一句：“真要说受伤的话，你刚才提分手的那句话才是最疼的。这种心里的伤，恐怕这世上根本没有什么药草能治得好。”阿斯金不想再纠缠下去，直接开口就要走。夏灵姿哪能这么轻易放过他，故意用激将法问他是不是被自己说的没话回了，所以才想赶紧逃跑。阿斯金动作利索的翻身上马，冷冷的回了一句：“你想多了。”他随口找了个要赶行程的借口，就这么骑着马消失在了视线尽头，只剩下夏灵姿一个人站在空荡荡的走廊里。夏灵姿心里满是遗憾，折腾了这么久，想说的话竟然一句都没说出口，全憋在了心里。伊恩已经回到了书房，副官急匆匆的赶来汇报，说是公爵那边终于有动静了。那个老狐狸总算松了口，说是愿意接受伊恩提出的条件，但这事儿显然没那么简单。公爵在信里还提了几个要求，想要对协议进行修改。副官的脸色有些严肃，说是对方竟然临时加价，最终的金额比预想的高了不少。伊恩听完不仅没生气，反而露出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既然对方敢狮子大开口，那他正好顺水推舟，也给自己加几个更有利的条件。反正这场博弈，看看到底谁才更有耐心。与此同时，夏灵姿正走在静谧的庭院里，她现在肠子都悔青了。本来打算今天把宴会的事定下来，结果阿斯金那一哭，搞得他大脑一片空白，正事儿一件都没办成。更让他头疼的是，阿斯金想解除婚约，背后竟然还藏着别的理由。这下情况变得更复杂了。他现在满脑子都在想，到底该怎么做才能保住自己的小命和家产。就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旁边的泽特突然停下了脚步，眼神瞬间变得凌厉起来。城堡门口吵得不可开交，阿斯金的守卫正大发雷霆，他根本不信阿斯金已经离开了，毕竟以阿斯金的性格，绝不可能连个招呼都不打就消失。夏灵姿突然现身，一开口就给守卫泼了一盆冷水。他说阿斯金确实不在这里。看着一脸冷淡的夏灵姿，守卫整个人都愣住了。夏灵姿不仅没有解释，反而直接下了逐客令，问他为什么非要在这里找阿斯金。守卫还是不肯死心，追着问阿斯金到底去了哪儿。夏灵姿却表现得一问三不知，甚至反讽他这个贴身随从当的也太不称职了。守卫现在已经顾不上这些了，他直接抛出了一个重磅炸弹，让夏灵姿如果见到公爵，一定要转告他，艾莉亚现在命悬一线。
听到这个名字，夏灵姿原本冷淡的表情一下子就僵住了。她怎么也没想到，事情竟然会闹到人命关天的地步。阿斯金一路狂奔，甚至顾不上贵族的体面，猛地推开了房门，大声呼喊着艾莉亚的名字。看到艾莉亚安然无恙，他悬着的心总算落了地，可随之而来的是排山倒海般的愧疚。他紧紧握住艾莉亚的手，不停地道歉，想解释是因为贸易区出了意外，才耽误了回来的时间。可话说到一半，他自己都听不下去了，直接把那些理由全咽了回去。在他看来，无论外面发生了什么，让生病的妹妹独自等待，这些解释都只是苍白的借口。艾莉亚拉住阿斯金的手，笑着安慰他，别再自责了，因为就在最危险的时候，他的救命恩人及时赶到了。阿斯金怎么也没想到，那个救了妹妹的人，竟然是平时冷若冰霜的夏灵姿。他不仅带走了家族最好的医生，还领着一众治愈法师，风风火火地闯进房间救人。更让人意外的是，夏灵姿不仅承担了所有昂贵的费用，甚至还亲自守在病床前，直到艾莉亚彻底脱离危险。这一番出钱又出力的操作，让阿斯金彻底愣住了。他眼中的那个冷血大小姐，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艾莉亚看着哥哥，试探着问出了心里的想法。她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其实大家一直以来都彻底看错夏灵姿了？”她甚至大着胆子提议，能不能试着放下成见，给那位小姐一个机会。面对妹妹的质问，阿斯金沉默了很久，他现在心里乱成一团，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最终还是选择了逃避，丢下一句以后再说，就匆匆结束了话题。他走出房间，随从还在一旁安慰说：“夏灵姿大小姐通情达理，一定会理解她的苦衷。”可阿斯金却突然停下脚步，冷不丁地问了一句：“对方是不是在交易合同里额外加了一个新条款？”随从愣了一下，随后低声确认了那个白纸黑字写下的要求。为了换取那笔巨额报酬，阿斯金必须付出的代价就是彻底解除与阿尔兹比特家族的婚约。阿斯金一言不发地走着，他心里空落落的，像是一下子丢了魂。夏灵姿这回真是累得够呛，昨晚为了确保艾莉亚安全脱险，他折腾到半夜才回来。虽然身体已经到了极限，但只要人没事，他觉得这一切都值了。可还没等他喘口气，门外的苏珊已经急得团团转。公爵家的骑士从大清早就守在门口，眼看都要吃午饭了，夏灵姿却一点动静都没有。这下麻烦大了，让公爵的人等这么久，接下来的局面恐怕没那么容易收场了。夏灵姿心里很清楚，昨晚那种冲动行为肯定瞒不过家里那个老头子。既然已经惹了麻烦，他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打算先晾晾外面那些人。他吩咐苏珊帮自己换衣服，还特意交代要慢慢来，故意磨洋工。反正他现在心情不好，谁也别想让他乖乖听话。可谁能想到，房门竟然被人一脚踹开，洛克西迪恩就这么大摇大摆地闯了进来。这粗暴的登场方式把屋里的人都吓得不轻。面对夏灵姿的质问，洛克西迪恩反而摆出一副兄长的架势，说自己亲自过来，只是为了接他去试宴会礼服。就为了这点小事，竟然值得他亲自跑一趟。夏灵姿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洛克西迪恩这尊大佛亲自降临，把屋里的人都给整不会了。夏灵姿更是纳闷，平时这种跑腿的小事，不都是交给诺亚去办吗？阿尔兹比特公爵见状，立马拿出了最高规格的礼数，对着洛克西迪恩就是一通疯狂吹捧，什么帝国的太阳，金光下的万兽之王，那场面要多浮夸有多浮夸。夏灵姿在一旁冷眼旁观，总算看明白了，洛克西迪恩今天非要亲自登门，甚至不惜破门而入，纯粹就是为了在老头子面前显摆。可惜这马屁拍到了马蹄上，洛克西迪恩根本不吃这一套，他冷冷地打断了公爵的表演，觉得把皇室血统比作野兽，简直就是一种莫大的羞辱。这下气氛彻底降到了冰点，原本的试衣环节，硬生生变成了两个男人的博弈。阿尔兹比特公爵也不是好惹的，他收起了刚才那副夸张的笑脸，直截了当的挑明：“听说陛下在大清早找他的孙女，这举动是不是有点越界了？”洛克西迪恩听了这话，反而笑得更深。他故意反问公爵：“难道当哥哥的来看看亲妹妹，还需要经过别人的同意吗？”这话一出，屋里的火药味瞬间就炸了。公爵根本不吃这一套，他看着洛克西迪恩那副志在必得的样子，眼神里全是警告。他索性把话挑明了说：“希望陛下以后能自重，不要再这么频繁的登门骚扰。毕竟夏灵姿姓阿尔兹比特，他可不是什么皇室成员，这已经不是在商量，而是赤裸裸的下逐客令了。”两个男人的抢人大战，这下算是彻底摆到了明面上。阿尔兹比特公爵还在那宣示主权，口口声声说夏灵姿是家族的私有物。这话听得夏灵姿心里直冒火，这老头子竟然当着面就把他当成一个物件来争夺。洛克西迪恩听完不仅没生气，反而露出一副胜券在握的笑容。他慢条斯理地反问公爵：“难道只要你心里这么信，事情就真的会变成那样吗？”还没等公爵反应过来，洛克西迪恩直接甩出了一个毒舌大招。他说：“如果光靠相信就能成真，那他现在就相信公爵这辈子注定要变成个秃子。”这一记补刀简直是杀人诛心，刚才还威风凛凛的公爵，瞬间被气得七窍生烟。夏灵姿在一旁看着这两个幼稚的男人，只觉得一阵头大。洛克西迪恩显然还没打算收手，他收起笑容，语气变得更加耐人寻味，倒要看看你那套歪理能撑多久。接着话锋一转，直接宣布今天就要带走夏灵姿，理由冠冕堂皇，说是皇宫定制的礼服终于做好了。公爵还没来得及反驳，洛克西迪恩已经带着人扬长而去。临走前
还不忘杀人诛心。嘲讽老头子要是实在闲得发慌，就留在家里数数兜里的零钱，这明摆着是瞧不起公爵的财力。随着大门砰的一声关上，阿尔兹比特公爵气得差点当场发飙。他在领地横行这么多年，还没受过这种窝囊气。既然皇帝要显摆皇室的底蕴，那他也绝不能落后。他立刻叫来手下的管家，下达了一道死命令：不管花多少钱，都要去搜罗市面上最贵最稀有的珠宝，只要是好东西，通通都往夏灵兹的房间里搬。这场关于权力的博弈，现在已经演变成了疯狂的砸钱大战，谁都不肯丢了面子。阿尔兹比特公爵这回是真的急了，他绝不能容忍在财力上输给皇室。对他来说，这已经不只是钱的问题，而是关乎整个家族的尊严。他对着手下大声强调，夏灵兹可是他们家族的门面，无论如何排场，绝对不能被比下去。可就在公爵还在家里发狠的时候，洛克希迪恩早就先人一步，他亲自带着华丽的马车，把夏灵兹接到了皇宫门前。看着眼前的宏伟建筑，洛克希迪恩表现得体贴入微，他细致地扶着夏灵兹下车。夏灵兹停下脚步，回头看着一直跟着自己的泽特，语气里带着一丝不耐烦，问他为什么要一直跟着自己。泽特微微低头，回答的倒是干脆利落。他说自己是小姐的护卫骑士，保护她的安全是职责所在。可夏灵兹显然并不买账，在他眼里，泽特不过是爷爷派来盯着他的眼线，只是个例行公事的工具人罢了。他甚至直接开口赶人，提醒泽特，公爵大人很快就会召见他，没必要在这里浪费时间。面对这种冷冰冰的驱逐，泽特一句话也没说，只是静静地站在风里。一名裁缝卑微地趴在地上，声音颤抖地哀求着，希望能用西海运来的顶级料子为夏灵兹亲手缝制礼服。这种近乎疯狂的讨好，足以看出洛克希迪恩在皇宫里的绝对权威。洛克希迪恩觉得这场面实在有点滑稽，他大手一挥，直接准了。毕竟这种小事他根本不在意。换上新礼服的夏灵兹整个人都愣住了，胸前那颗硕大的蓝色钻石闪得他有点怀疑人生。他甚至开始嘀咕，皇室这么下血本供着他，是不是想把他养成一个无法无天的娇气包？洛克希迪恩看着焕然一新的夏灵兹，嘴上却一点不饶人，非说这衣服穿在他身上，让他看起来总算没那么凶了。这种典型的直男发言，气得夏灵兹当场翻了个白眼。两人就这么一路走一路互损，洛克希迪恩还一脸自豪地炫耀，说皇宫里的设计师比公爵府强多了。结果夏灵兹反手就是一个暴击，既然设计师这么厉害，那为什么你穿得这么一言难尽？就在这对欢喜冤家斗嘴的时候，旁边的女仆们早就看习惯了，这种充满火药味却又莫名和谐的相处，简直成了皇宫里的日常。洛克希迪恩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堂堂一个皇帝，竟然被拿来跟那个空有其表的公爵做比较，整个人瞬间就破防了。夏灵兹倒是一脸无所谓，摊着手表示自己只是实话实说，他觉得那位公爵的风格刚好是他的菜，毕竟这世界上审美多样，谁也没规定只能喜欢一种风格。可这句话彻底点燃了火药桶，洛克希迪恩的声音都沉了下来，他怎么也没想到夏灵兹竟然敢当着他的面去维护另外一个男人。夏灵兹看着眼前这个快要气炸的男人，心里只觉得莫名其妙，他完全搞不懂这家伙到底在生哪门子气，怎么好端端的突然就开始发作了。洛克希迪恩最后实在没辙了，只能无奈地扶着额头叹气。他直接霸道地宣布，女神节宴会那天由他来亲自护送，而且必须穿上这套礼服，根本不给夏灵兹任何拒绝的机会。夏灵兹简直觉得不可理喻，他直接搬出了自己的未婚夫，提醒洛克希迪恩注意身份，既然已经有了婚约，怎么可能让他这个皇帝来当护送人？谁知道洛克希迪恩不仅没生气，反而露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表情。他慢条斯理地宣布，为了保证宴会的档次，那天他要亲自下令执行史上最严格的着装检查。这招简直是公报私仇，他心里早就盘算好了，那个所谓的未婚夫根本拿不出符合皇室标准的礼服，到时候连宴会厅的大门都进不去。夏灵兹看着眼前这个男人，心里真是又气又无奈。为了把竞争对手挡在门外，他竟然能想出这么损的招数，这下事情真的变麻烦了。夏灵兹冷笑着说，你大可以试试看，真以为我会坐以待毙吗？洛克希迪恩这下急了，压低声音在那番旧账，拿了钱就想翻脸不认人，当初可是你拿未婚夫当抵押的。夏灵兹根本不吃这一套，嗓门反而越来越大，要是你敢动我的人，我借那些钱还有什么意义？这下轮到洛克希迪恩坐不住了，赶紧示意他小声点，生怕这桩丑事被全场听见。他转身就走，结果还没走两步又折了回来，一把揪诺亚的后脖领子，别在这儿丢人现眼了，赶紧给我跟上。诺亚还在那儿挣扎，说要自己走，洛克希迪恩头也不回地甩下一句，那就给我闭嘴。看着这两个人走远，夏灵兹无奈地叹了口气，真不知道诺亚平时是怎么忍受这种上司的。夏灵兹现在只想原地消失，大家为什么非要跟阿斯金过不去？明明人家根本就不想来参加宴会。他越想越觉得离谱，不管是祖父还是洛克希迪恩，关键时刻真是一个靠谱的都没有。夏灵兹心里很清楚，现在已经到了最后关头，如果不做点什么，这条命恐怕就保不住了。可谁能想到，第二天一大早，家里竟然变了样，一群自称是精品店店主的人，像商量好了一样，把夏灵兹围了个水泄不通。他们叽叽喳喳个不停，又是送限量版包包，又是夸他皮肤好，恨不得把自家店都搬过来。夏灵兹整个人都听傻了，这都哪儿跟哪儿啊？这些人到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他冷着脸扫视了一圈，你们大清早聚在这儿，到底想干什么？
外人都在羡慕夏灵姿，说她有个全世界最好的祖父，为了疼孙女，简直是把整座金山都搬来了。看看这满屋子的限量版衣服、包包、首饰堆成了山，随便拿出一件都是普通人想都不敢想的宝贝。可夏灵姿坐在财宝堆里，心里却冷冰冰的。她很清楚，这些东西根本就是催命符，照这样下去，别说保住自己的秘密，恐怕连命都要搭进去。而且说实话，这些所谓的顶级限量版，在她眼里根本比不上哥哥送的那件漂亮。这群店主还在那儿献殷勤，说只要夏灵姿开口，想要什么样的设计都能搞定。就在这时，女仆悄悄凑到她耳边，低声说了几句话。夏灵姿愣住了，显然这个消息非同小可，她再也没心思听这些废话。都给我出去！夏灵姿突然爆发，这一声吼得所有人措手不及。刚才还叽叽喳喳的店主们，这下被吓得够呛，连滚带爬的逃出了房间。屋子里终于清静了。夏灵姿盯着信封，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竟然是未婚夫阿斯金亲手写给她的。女仆在一旁激动的不行，觉得这肯定是阿斯金少爷终于开窍要送情书了。可夏灵姿心里一点也不高兴，反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总觉得这封信里藏着什么可怕的消息。她深吸一口气，拆开信封。阿斯金在信里先是装模作样说上次见面提退婚的事，可能让夏灵姿受委屈了，还打算送点药草过来补偿。可夏灵姿接着往下看，发现事情根本没那么简单。阿斯金的画风突然转了，他说绝对不会忘记夏灵姿的救命之恩，为了还这个人情，他竟然直接变卦了。他打算以未婚夫的身份陪夏灵姿参加接下来的女神宴会。阿斯金还说得冠冕堂皇，说这不仅是为了报答他救了妹妹，更是为了夏灵姿的名声着想。这下轮到夏灵姿无语了，这种自以为是的报恩，到底谁稀罕啊？阿斯金这封信写得一板一眼，字里行间透着一股死板劲儿，连最后要求回信的方式都像是在下达命令。夏灵姿嘴上嫌弃的不行，吐槽他到最后都没说句谢谢，可他自己都没发现，嘴角早就已经藏不住笑意了。苏珊和女仆们在旁边看戏，忍不住凑过来打趣，说小姐读信的时候，那笑容简直比花还灿烂。夏灵姿这下彻底愣住了，她下意识地摸了摸脸，难道自己刚才真的失态了？既然心情大好，那事情就还有转机。她立刻吩咐苏珊去把刚才赶走的店主们都叫回来。看来这场宴会的礼服得重新好好挑一挑了，毕竟这次她可是要以未婚妻的身份出席，那排场绝对不能丢了。不仅要给自己做最美的礼服，还要给阿斯金也定做一套。她甚至霸气地放话，只要东西做得够漂亮，钱根本不是问题。看着女仆们兴奋地跑去传话，夏灵姿这才转身走回房间。刚才那股雷厉风行的劲头一下子消散了不少，她独自坐在沙发上，手里死死攥着那封信。那个一直冷冰冰的阿斯金，难道真的开始对自己敞开心扉了？可他这边还没琢磨明白，帝都的社交圈里已经有人彻底坐不住了。这群被称为麻烦制造者的大小姐正聚在一起大发雷霆，因为夏灵姿今天又闭门谢客，把他们的见面请求全给推了。有人气的直接拍了桌子，说夏灵姿怎么能一夜之间就变得这么冷淡？眼看帝国宴会就要到了，礼服的颜色、珠宝的搭配，到处都是让人头疼的事。可夏灵姿不仅不露面，甚至连宴会的情报都捂得死死的。这群大小姐越想越觉得，她肯定是在背地里憋着什么大招。这群大小姐是真的被气坏了，在他们看来，夏灵姿这种闭门谢客的行为，简直就是赤裸裸的羞辱。罗塔里亚放下手里的茶杯，眼神里全是算计。他说：“大家绝对不能坐以待毙，必须得给夏灵姿一点颜色看看。”旁边的同伴听得心里发虚，赶紧追问他到底想干什么。结果罗塔里亚冷笑一声，抛出了一个阴狠的计划。他打算在自己的求婚派对上公开邀请夏灵姿出席，还要当着所有人的面戳穿夏灵姿没有舞伴的窘境。谁都知道，在帝国宴会上孤身一人意味着什么。罗塔里亚这是铁了心要在众目睽睽之下看他的笑话了。在罗塔里亚眼里，夏灵姿不过是个空有外壳的可怜虫。他觉得，就算夏灵姿再有钱有势，手里握着再大的权力，也根本不可能得到真正的爱情。谁能想到，这次夏灵姿居然没被拦在门外，顺利的让他自己都不敢相信。苏珊在一旁小声嘀咕：“看来这帮守卫总算开窍了，知道该对谁客气点。”其实却在这时候泼了盆冷水。他说：“公爵大人其实根本没打算放行，之所以能进来，全是因为另一位小姐的命令。骑士打算再去确认一下情况，留下夏灵姿在原地。事情显然没那么简单。”骑士突然对着夏灵姿深鞠一躬，这一声谢谢让在场的人都愣住了。原来是因为夏灵姿之前的救助，保住了骑士亲弟弟的命。这种真诚的感激让他心里泛起一丝异样的暖意。可还没等这股暖劲儿过去，阿斯金的一句话就让气氛降到了冰点。他坐在沙发上，冷冰冰地问：“今天过来到底有什么事？”明明信里已经把话说明白了。夏灵姿看着眼前这个冷漠的男人，简直不敢相信，信里那个礼貌周全的人和眼前这位竟然是同一个。既然对方不给好脸色，他索性直接拿出了那封信。接下来的话恐怕就没那么好听了。阿斯金盯着那封信，一脸嫌弃地问他带这玩意儿干什么。夏灵姿却笑得一脸灿烂，直截了当地说：“这是未婚夫写给他的情书。”这话差点没把阿斯金给噎死。他伸手就想把信抢过来扔掉，觉得这简直是在胡闹。可夏灵姿却灵活地躲开了。他说：“阿斯金忘了一件最重要的事。”就在对方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夏灵姿突然凑到了他面前，两人的距离近得几乎能听到呼吸声。这一招让阿斯金彻底乱了阵脚。夏灵姿压低声音说：“既然是回信，那当然得当面说才更有诚意。”
阿斯金整个人都僵住了，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个女人竟然会用这种方式来回应他的那封信。夏灵子盯着阿斯金的眼睛说，在那场皇室晚宴上，公爵打算当众宣布两人的婚约。这话像个炸弹一样，把阿斯金整个人都给炸懵了。他猛地站起身，半天没说出一句话来。夏灵子却显得异常冷静。他说，单靠自己拦不住那个老头，所以才过来找他商量，想要一起破了这个局。毕竟在公爵眼里，他不过是个可以随手打发的玩物。夏灵子最后的要求很简单，就是要阿斯金在晚宴上亲口拒绝这门亲事。夏灵子看得很准，公爵那老头虽然自私，但在其他贵族面前最爱面子。只要阿斯金在晚宴上当众拒绝，公爵就没法像上次那样装聋作哑。毕竟同等级别的贵族开口，这分量谁都不能无视。阿斯金还在犹豫后果，夏灵子却在心里打起了算盘。现在的局面对他来说只是丢脸，对他来说却是横竖都是死。如果婚约成了，他迟早会死在阿斯金手里。可要是现在就彻底悔婚，那该死的契约马上就会要了他的命。为了活下去，夏灵子抛出了最后的筹码，他不再提退婚的事，而是提议把婚约再维持1年。既然之前的提议没让他看到好处，那这一次他要用这1年的时间给自己换一个翻盘的机会。阿斯金终于松口了，他说会尽可能往好的方面考虑。夏灵子听完心里乐开了花，还不忘叮嘱他别急着做决定，随时都能联系他。夏灵子见好就收，做事要起身离开，还调侃说知道他不喜欢自己久留。结果阿斯金下意识地回了一句，其实他并不讨厌。这话一出口，阿斯金自己都愣住了，他赶紧捂住嘴，恨不得把刚才那句话吞回去。场面一度变得非常微妙。夏灵子可没打算给他反悔的机会，他临走前又丢下一个重磅消息：晚宴的礼服他已经自作主张订好了，根本没打算听他的意见。趁着阿斯金还没发火，夏灵子一溜烟跑出了大门。他心里很清楚，现在先溜为上，剩下的事等晚宴那天再说。看着眼前这个女人，阿斯金觉得她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不管是说话的语气还是给人的感觉，都让他有点捉摸不透。看来之前的努力没白费。夏灵子刚这么想，艾莉亚就一路小跑的冲了过来。看着眼前这个像洋娃娃一样的女孩，夏灵子感觉自己被可爱暴击了。她赶紧提醒艾莉亚慢点跑，别摔着了。艾莉亚笑着说，多亏了夏灵子的帮忙，那天晚上她睡得特别香，这让夏灵子觉得之前花的那些钱总算没打水漂。不过艾莉亚看起来有点犹豫，她支支吾吾的凑过来，像是憋着什么话想说。原来她是想让夏灵子再帮她梳一次头发，这种小事夏灵子当然不会拒绝，毕竟在夏灵子心里，他们已经是真正的朋友了。这一次她一定要帮艾莉亚打扮得漂漂亮亮。夏灵子一边帮艾莉亚梳头，一边发现这把梳子已经很旧了。作为公爵家的千金，这用具确实显得有点寒碜。他暗暗决定，回头一定要送艾莉亚一把更好的。艾莉亚突然打开了话匣子，她说自己从小就在幻想，如果能有一个姐姐该多好，并不是因为讨厌哥哥阿斯金，只是那种感觉完全不一样。她以前经常听女仆提起，有个姐姐每天都会接她回家，那种有人等、有人接的日子，是艾莉亚最羡慕的事情。夏灵子听着听着，突然想起书里的剧情，阿斯金为了寻找治好艾莉亚的药，这些年一直常年在外奔波，虽然是为了妹妹好，但结果就是艾莉亚总是被一个人丢在家里。在那些漫长的日子里，她其实比谁都孤独。看着艾莉亚情绪这么低落，夏灵子决定换个话题。她随口问了一句，那个女仆最近怎么样了？没想到艾莉亚支支吾吾的，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夏灵子心里咯噔一下，这语气明显不对劲，看来那个女仆肯定出事了。不过艾莉亚很快岔开了话题，她说自己真的很想要个姐姐。夏灵子看着她认真的样子，心里也软了下来，温柔的回应说，她也想要个像艾莉亚这样的妹妹。就这样，两人的关系又近了一步。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到了晚宴这一天。女仆正在帮夏灵子整理礼服，门外传来了消息，公爵大人已经到了。听到这个消息，夏灵子明显愣了一下，她下意识地反问了一句：祖父，这位老人家在这个节骨眼上突然找他，准没好事？